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我们学习一下，学习什么呢？学习认识地狱。那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地狱呢？我认为是有的。先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啊，你说如果人们他的行为是没有所约束的话，那么你想嘛，这个地球飘在这个空中哈，你看几乎它是，每天24个小时基本上是准确的，对不对？你看一年365天大约也是准确的，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运行了多少亿年了，还是如此的这个精确精准啊！所以它就是从这个自然法则来说，它是有约制的。其实说地球的转动的这个时间速度的准确性，其实也含着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地球上，尤其是靠北方的天气，它有这个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你看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对不对？哎，到每个季节的时候，它的地球的反应，它都是很精准的啊。那么还有一个，从自古以来哈，从世界各地，当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真正的叫宗教信仰的时候，人们其实会自然的就开始去总结这些自然界的这个规律，寻找它的法则啊，而且呢，都自然的开始崇拜天，与天相关的事情，比如天上的太阳、天上的月亮，甚至还崇拜大海，还崇拜没看见的那个天空。这些天，还有一个他感觉到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后来统称为神。那这个东西到底在不在呢？如果我们再翻阅一下这个世界各地的古老的图画这样的遗址遗迹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在世界各大民族和地区啊，都曾经有古画之中画着类似像神灵一样的生命的状态。可是我们现在生活里头，你很少看到神灵，对不对？很少看到，对。但是是否存在呢？我觉得都是存在的。那么说地狱存在，那鬼存不存在呢？我们这边讲了那么多与鬼相关的这个见证和故事还有很多人拍摄到，所以的话，它也是存在的。那也有人说了，我用科学的方式，我能不能去见证？你看英国、美国很多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帮科学家专门到闹鬼越凶的那个屋子里去做那些侦探测试。侦探的结果就是说，我宁可相信它是有的，是不是啊？还去侦探的时候，那个椅子自己咵就倒到一边去。你说这是巧合，会不会有人绑条线？他们家实验的现场怎么会呢？那些科学家、那些教授是很严谨的，对不对？还录到很低沉的声音呢，还有些地方出现一些暗的标识啊、亮点啊等等的，这个是有的。那朋友会问，这个地狱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就在地下呀，师父。对呀，一般都说下地狱，下地狱，下地狱。对，然后还说下18层地狱，就很深很深，是不是在地球里头呀？如果按照这个你说的也对这是我们大众常说的一种状态。这么一说下地狱，我们的意识都是说在下面。对。所以很多人一下自己地下室就觉得有点害怕，会不会有鬼，或者是离地狱太近呢？那如果在地下挖防空洞，是不是更害怕呢？那在底下钻石油，那是地狱的油还是地球的油呢？好，我先说人们认为的下这个概念是这样子的：如果今天我站在一个球体上，如果今天我们认为的，今天你站在每一个地球，不就是球体吗？你看咱们现在在北美地区，对不对？对。我们感觉到我的上是头顶之上，你的头顶之上，在宇宙之中到底算南还算北呢？不好说呀。那地球的南半球又在哪里呢？它也是人为定的。地球靠下面，是不是啊？就是南半球在北半球的南边。你看看，相对的。
这个名字都是人起的，是说为了对地球是有一个划分和认识啊，还有各个洲一样，欧洲啊、亚洲啊、拉丁美洲等等的这些，它的东西南北的方向是我们人定的。所以地狱的这个概念，我所认为哈，它不是在咱们的地底下，地底下挖出石油的，再往下挖就有地狱了吗？对，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叫时空概念。这个时空概念，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的能力哈，还是虽然很发达，但是没有办法看到有一个什么东西飞船一不小心飞到极乐世界了，飞到耶稣的天堂了，然后看到耶稣的父亲了，啊，看到哪个极乐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它叫做不同的时空，还有叫时空交错。就是师父，是不是我们的科学其实还远远达不到那样的水平，去真正的去认识和看到地狱？我们所说的科学，是人类用科学试验和可以见证到、看到的，用波测到的、手摸到的，我就相信它的有，这是最初级的对世界的认识。但是这个不是错误，这是人类希望用最佳正确的，而不是乱猜疑的方法对世界有个了解。但是今天科学的这个能力和对世界完全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还差得挺远的。那师父说这个地狱不是在地球里边哈，那它属于地球这个范围吗？确切说不属于。它属于太阳系吗？它也不能用这个名词来，就是人类所认为的。今天，我眼睛看出去那个空间，我们看到天的部分，都属于太阳系当中一个细胞的外面的光而已。也算太阳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地狱还不能这么来界定。我们所说的太阳系，是我们人类肉眼可以理解和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大区域，叫猜测性区域。对。实际上，我认为地狱的这个时空概念，可能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用肉眼看不见它。但是，当我们进来了另外一种的状态的时候，我只能说进入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才发现说与地狱相关的那个世界是和宇宙一样，是巨大无比的，没办法去把它看到边缘在哪里的，它是这样子的。那这样说，师父，那怎么叫下地狱？怎么下呀？这个人死了，他这个尸体还在这儿，可能他是我们说他是个大坏蛋哈。对，他的这个尸体还在这儿，但是我们他下了地狱了，该下地狱，就这样说。那他咋下的呀？因为叫灵魂体。这个下地狱是我们的视觉上、图像上的一种反应，而享福就是往上的。你比如说皇帝坐着高高的龙椅那个位置，底下的群臣在底下站着班，对不对？在古代没有楼房的时候，皇帝住在2楼上、3楼上，老百姓在下头。你看今天英女皇见大家的时候，站在2、3楼阳台上给大家挥手，对不对？底下民众在下面的操场上给他互相这个呼喊见面的，也就对，没错，用这个词好，用仰望的这个目光和心理状态来面对更加尊贵的那个生命。所以呢，总觉得好的，比如说我们死亡之后的天堂应该是在上，我们死了之后如果真的入了地狱成了鬼呢，可能在下头。这个不是错误，这叫做习惯性思维。因为人真死了之后，到了地狱之后，没有人感觉像下楼梯一样，或者像钻井时呼就下去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飘走了，或者被另外一个恶鬼捉走了。也许他看到一个光，也许看到一个黑的门，推过去就是那个世界。就一下子就到了，一下子就过去。这样的。那你说没错，从人类到那个鬼的这个阴间的话，那你说到底几公里才到呢？刹那间就到。只是说我们没看到那道门。其实到天堂也是如此，天堂也是如此。当你要被接引到天堂的时候，也是一刹那就一道光就过去了。有人说看到你飞升了，那也仅仅是一种显象，它不用飞升，推门进去就是天堂，也不用往下跳，推门进去就是地狱。
啊，所以这个地狱呢，就特别，其实像今天我们说，在这个电脑的网络世界之中，我虚拟了一个世界，虚拟了一个世界，我用一个方法一点一个门进去了，我在那个世界里我画了很多房子，画了很多奇怪的怪兽，对不对？青年人喜欢打游戏的原因是，他经常在里面看到很多我们地球上没有看到的生物、人类，是这样吗？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吧？有。哎，或者是说我生活中是个弱者，可是我在里面我扮演了一个英雄，对不对？我见谁打谁，我最厉害，是不是啊？把欺负我的长相的人全打个半死，哎，所以很多人就是痴迷于游戏哈，对，所以这样电脑世界之中这个虚拟的空间，请问是否存在？我问你们俩，感觉可能应该是的。存在在那个电脑里头。存在叫做你认为它存在，它就是存在，因为你认为存在，所以你才推门进去，对不对？是。还有，地狱和天堂这个存在，你是否怀疑它，它都存在。它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种时空的状态。哦，就怀疑的，就比如说师父，有的人他不是那个，把这个固定一下来。因为他总往下低头，你怕我干啥呀？不用低头啊，拧一下啊。就是有的人他就啥也不信嘛，也不信宗教哈，也不信神佛啊，无神论者或者是各种，反正就是这样的人，他就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生死轮回。对。那这个地狱这个法则对这样的人也有作用，就他死后也确实，他信不信他也都可能会上天堂或者会下地狱。就是对于地狱、天堂，还有对于宗教的认识，或者相信，或者疑惑，或者根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当你死了之后，是同样受审判。哦，相不相信是你自己的这种，就是一个个体，一个人，就像一个蚂蚁思考这个世界一样，他实在思考不了，他就是能想到他的家园就是蚂蚁洞，就在跟前2棵树的跟前溜达。这就是他全部的世界，但是呢，他对地球有认识吗？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个人是否相信有地球，是否有相信有地狱，不是因为你相不相信或者你知不知道而决定受不受审判。所以，我认为呢，地狱啊，先第一个说有地狱啊，第二个概念，地狱不一定在下面，因为上下左右的概念是人类自己来认为的一个叫下，是吧？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下，你也可以把世界称为都是在下面，可以这么理解哈。所以地狱不一定在下面。那我们通常也在佛经里也说，哎，我是这个下根器，上升，是吧？这是我是一个低下的一个根器，可是我认真学佛，我升到很高的境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解脱的人，是吧？成为特别慈悲善良的人，是吧？这是可能的，所以这个上下的概念就觉得上面的就是尊贵的，下面的就是受苦的或者不好的，对不对？所以呢，地狱自然大家想到下，啊，所以先提醒这一点哈，地狱不一定在下方，但是在地狱一定是受苦的，在天堂一定是享福的，这个概念，因为有罪过，所以就会被判入地狱，这个地狱和这个阴间是2回事，也是一回事。就是咱们到了地球上，请问大家都在住监狱吗？不是啊，是没有犯了罪被定了罪的人。对，但是咱们人类自己有监狱，对不对？有。你犯错了，法官判你2年，关进去，关到哪呢？就是监狱。所以在人世间不一定都叫监狱啊。它有很多在人类这个范围里是自由自在的，对不对？对。但是在人类间也有监狱。所以在这个阴间的死者这个亡灵哈，它和在地狱是2回事。啊，我们通常所说的阴间的那个就是死亡的灵魂的世界。就是说有的灵魂是自由的。没人管着他，对，他在就像人类世界一样，他就是流浪汉，或者他在那做个小买卖，就是这样子。对，他是自由的。但是有的经过判决之后，因为你在人间犯的错太多，关你20年，关你18年，或者是无期徒刑，都有。是这样。那他们就受罪了，就在地狱里就受苦受刑罚。没错。像在地藏经，
地藏经之中出不来。地藏经就讲的，首先你也进了这个地狱哈，那第一下先看到的就是整个地狱的周遭啊，就是巨大的用铁做的那个大围墙，一个人也好，鬼也好，神也好哈，因为就天神犯罪，还有鬼犯罪都会关进去，跑不掉的。对，就像人间的监狱，用一个人的体力能力没办法从里面逃出来。就是说，有些电影上是也说也有人逃出来，那是极少见到的，极少见到。就是从我们以人类的这个灵魂状态和一般的天神来说，关进地狱不可能出得来，它的设置的机关能力是你没法逃脱的，是吧？又冒着火的，又是什么火蛇吐着火等等的，哎呀，其实是很危险，你出不来的。说人类这死了之后，不但有地狱，而且呢，死完之后在49天左右，是一个对你有个判决的时间。哦，就听起来好像人间一样的，先审判你，然后再决定说去哪个地狱服刑。对。或者而且多长时间？还有的去不去地狱？对。还有要不要上天？对，都要审判。对，审判。都是去阴间审判吗？师傅？在哪儿审判？对，在哪儿审判？就在审判的那里审判。那个审判的地方叫阎王殿。这个也叫阎罗大帝哈。这个阎罗呢，在地藏经中叫阎罗天子啊。为什么叫天子呢？他厉害啊，他是专门管理人类的生与死的。你想想，那他的权力是有多大呢？那比一般人大多了。就是神也有寿命终止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要死的时候，他派人来收你的魂来了。他可以安排和要求你必须降生到，比如说那个富贵人家，你必须这一世中状元，你必须这一世做医生，是吧？都是经过他根据你的功德业力之后，就给你分配出去了，所以决定你的生死大权的。对。那师父说，就是说，一般人就死的时候都经过这个审判哈。对。有的时候看电影啊，就看到说有一个人这个死了，唰一道白光就上去了。有的时候就看一个黑影子，歘就好像就是下去了，就好像马上就发生了，没有看到。先是说它是电影。电影一定要通过这一个形象的一种状态哈，让大家看的就比较直白。比如这个人光就消失了，大家觉得这是到底去哪了，是吧？这看着一个光，而且配上美妙的音乐、感动的音乐，就感觉好像一道白光往上慢慢飘的时候，就觉得这人上天了。你自动就会想，无论华人还是西方人，对不对？都是这么想。立刻很痛苦，到死之前，一道黑影往下走，又叫之类的，大家想的肯定下地狱了，就会直白的这样想的。我想问的就是说，他们也经过审判了吗？还是没经过审判，已经出就上去了，或者呜就下去了？但是几乎都是经过审判了。只是他这个就很快。咱比如说哈，有一个人要死的这一刹那，真是好像有人像眼睛模糊一样，就几个人共同看见一道光上去了，而且之后这个人就断气了哈，他的肉体断气，真死了，而死了这个形象还挺安详。这个是叫提前审判了。说这个人功德卓著，救人无数，特别善良，对其他众生根本就没有伤害，而且一直帮助大家。他的提前已经审判。就佛菩萨直接就接走了，就像那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毕业呢，公司已经发来了这个邀请函了。差不多。对啊，所以说那有的就是可能也听到很多有的网友分享说，哎呀，临死的就是亲人就会说，还没有就是在弥留之际就会说看到黑白无常来接他，然后就吓得就说，哎呦，就求亲人们帮他们，这样子就是怕下去，那就是下地狱，可能就是黑白无常来接，是不是师父？对。来接这个词用的挺好的，通常是来抓。黑白无常不是一个，是无数个。就像讲到地狱之中哈，
就是你一个人受苦，哪怕在一个很虚空的空间里头，可是你的变成叫做，如果像宇宙一样巨大的空间，你这一个人将变化成无数个的人，都是你自己，是一起在受苦。所以这个所谓黑白无常的概念也是一样，是这样专门来捉人的，这叫鬼神，它不是一般的鬼哈。这样的鬼神，他也是化身无量，该抓你的时候那一刻都不容缓，就把你带走了。所以通常被地狱使者带走的人呢，是惊恐不安，甚至非常痛苦恐惧的那个感觉。是这样的。那通常这种的话，能不能上天就不知道了，不确定。这种肯定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审判期，就是头49天。所以头49天特别的重要啊！如果咱们有亲戚朋友，谁家都可能遇到这种事儿哈，要注意头49天一定要做点啥啊！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多为亲人使劲的做功德，是不是就能帮助他审判的结果会好一些？我认为是。那现在我是给大家介绍的是地狱这概念哈。那地狱，反正上天我先不讲，因为今天讲的不是天堂哈，今天讲的就是地狱。地狱呢，凡是进到地狱，那就是受苦的。都有什么样的苦？跟咱人间的监狱相比呢？我觉得也有它类似之处。它只是到了这个阴间的地狱之后，因为它总是它的这种状态是超过于人类状态的，它是神安排的这样的地狱，而不是鬼安排的这个地狱。所以的话，它里面让你受苦的这个方法，比人间的这个监狱来说要痛苦若干倍。当然，比如说那种叫上刀山下火海的概念哈，这其实是地狱现象的一种描述。对，叫千仞地狱。你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一个刀子山，你没法站立，可是你一睁眼人就在那里，你的身体已经被很多个刀穿在那里了。那多痛苦啊！对呀，痛苦呀！那是不是很快就死了呀？你死了一会儿还得再醒过来还能再醒过来？对呀，你可能说我还逃脱，你抓的地方也都是这个匕首的刀刃。你抓的地方一抓，又把手割断了，对，割的又是流血，你整个身上都在流血。等你痛的要死了之后，一会儿又醒过来，你可能又走了一步，就又把你又插进去。就是这样子。不走不行吗？不走不行吗？谁等死呢？站在那儿，谁都不希望是说，看到前面没有刀啊，你只要往前一爬，刚从后面的刀拔出来，前面刀又长出来了。从地下长出来，从横面长出来，都是有可能。哇塞！所以我说，它比人间的这个监狱的话要更惨，更加立体，更加3D 化。自动化的都是。它这个刀不一定从山里长出来，对不对？从空中就长出来，来扎你。飞来。没错了。还不是一个，你一要就一打，是吧？一排刀子就插过来了。太痛苦了。对，就是这样子，而且让你呢。你还能当你的罪大恶极的时候你的犯的错最多的时候，你能看到就是1000个、10000个、10万个自己在同时上刀山。对，那就是痛苦就增加了10万倍的感觉，让你的身体千疮百孔。他问题是不是一回完了还活过来再遭罪，而且是无数年了。是多少年了，对不对？你一直在那遭罪很多种这个受苦的监狱你看还有一种叫更蛇地狱，这地藏经里就有写呀，对，佛说的更蛇地狱是吧？完你的舌头死了之后，一般人想，我也想过，一个舌头才多大，叫耕地的那个犁给耕，那个犁我见过有那么老大，对呀，像小电视机似的一个尖的一个铁的刃，对不对？那舌头呢，到了地狱之后要耕你的舌头的时候，你舌头就变大了，这前头找个大铁牛，拉着大铁犁，冒着火，红烫的，在你的舌头上一勾，前那个牛使劲往外拉，拉出来之后，你想想，拉出来就是一块肉吗？不是可能连气管到心脏一块往外拉，就是这样的，把你痛的要死，快痛死了吧？
哎，又长回来了，长回来又继续勾，又继续往外拉，啊，是吧？其他的小鬼说趴在你的舌头上，连啃带咬，再拿刀子戳，啊，割的一块一块的粉碎，绝非让你死，啊，那你想想这是为啥呀？对，这得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下这样的地狱啊？撒谎嘛，就撒谎就下去了舌头造成的对呀，伤害，对呀，撒谎呀，这个两舌是非，挑拨离间呐，是吧？都会这样子。那是不是就是特别严重的那个挑拨离间到，比如说让杀人害命了，人家都把人家给说死了，这样的才那个更严重，那个就是罪就更大。但是你挑拨了这个是非哈，你冤枉了别人，让别人一生一肚子气，对不对？对，你总给别人带来很多痛苦。对，这个都算，都是有罪的，因为你的心意是伤害嘛。对，这是更舌地狱。这个很多地狱，你像经常还有那个大油锅地狱，是吧？你一进去，咣当就跳到油锅里去了，你不跳也不行啊，那狱卒把你推下去了，是吧？哎，你就而且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啊，从一个人炸成一个鼓的肚子大青蛙一样的，烫的全身都是泡，是吧？而且这也让你不死，让你痛苦的，那个痛的极度的程度，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玩吧？哈，也不好玩，好像是。这个不好玩，这个是不是估计，比如说我们做人的时候，就是吃那种油炸的活物或者什么，这样伤害过生命的，会得这种报应吧？差不多呀，太吓人了。这是一种惩罚呀。对。那像那种烧火锅的时候涮那种活的东西，估计就得进那大锅煮了。在通常那个下油锅的哈，都是通常来说是贪财害命者，就是特别贪婪。贪婪的，当你过分贪婪了，你就容易伤到别人。当你伤害了人之后，这个罪过就大了啊！其实很多人贪财，也有人我为了图财，我就把你杀了，是吧？哎，我图财的话，对，我把你骗得精光。我图财的话，把老先生最后那个棺材本都给骗空了。就是太缺德了，罪大恶极。你看现在全世界哈，我说抢劫的不多，可是通过电话、电脑等等的，我们现在在温哥华都不敢接电话，就来一个电话响都害怕，这是不是又来个骗子？所以经常一些正式机构给你打电话，你经常会误会，你是不是骗子啊？弄得他们也挺尴尬。就现在说正式机构都跟你说发信，对吧？发电子信、email 之类的，就是这样子。说骗子横飞的世界，那么他们一般骗的是啥呢？不就钱财吗？所以这帮骗子也小心啊！将来下油锅呀，你骗的人伤害越大，你被煮在油锅里煮的这个时间就越久。就是。太可怕了。还有呢，没完呢，还有专门吃眼珠子的地狱。吃眼珠子。也叫淡眼地狱啊，就是你这个死了之后，就在那个地狱，那个铁鹰非常铁鹰，你还没发现铁鹰在哪里，哐一下就过来抓了你一钩子，他那个嘴像钩子一样，就把你的眼珠子给掏出来了。而且很奇怪的是，你能看见他来捉你。对，就往外撕拉，是吧？你们见过眼珠子掉出来的感觉吗？没有。想着就很可怕，去地狱看看就知道了。他往外拉的时候说把这个眼球给拽出来了之后，它不是个鸡蛋就空的了，后头啥都没有，还连着很多筋呐、线呐、电线呐、网络之类的，还跟着一堆这个东西，再往外拽，连脑子都拽出来了。那不就死了呗？还不能让你死，让你再活过来，让你感受这种痛苦。我的天！这惩罚眼睛这么严厉，它不是一次。这个给弄出来一次，觉得痛苦吧？还痛苦就对了。这个不痛苦，咱们再换招哈。痛苦让你痛死了之后，再醒过来，眼睛还在肉里头。说这会儿没事了吧？也许有一个音乐来了哈，很美。你正在享受的时候，一只大铁鹰又飞过来，这次可能用爪子往外掏，掏眼珠子。说不定遇上几个爱踢足球的人拿眼珠子打球
来回踢球，当乒乓球打，这都是有可能的。让你活生生的，你那眼珠子叫人当球打，啊，是再来过来个恶狗，再把它吃下去，哎，才让你就是活受罪啊。这比人间的刑罚惨得多了。对，还是地狱先进呐，哎。这太可怕你了。听完之后，你今天晚饭还能吃下去吗？吃不下去，都不敢想想至少不敢吃自己随时可能粘稠性的东西，对，是吧？鸡蛋呐、什么还有，杨梅啊，什么龙眼啊，也都不敢吃了。圆的一看圆的就跑，像吃眼珠子一样。是好玩吧哈？还有不好玩儿，太吓人了。对，还有呢，还有，这个烧手地狱，烧手烧脚的地狱，尤其是小偷，经常用手偷东西吧，是吧？哦，哎，烧你的手，哎，手烧哎，它不是架了一个炉子哈，啊，就是你的手，你不管藏在任何一个地方，总有火能烧到它，这是地狱，它不是人间，是不是啊？哎，你的手在哪里，它能烧到你？而且你要躲吧，躲不了，它可以一个命令说定，嚓，你的手就是伸开，你都没法闪回去，对不对？而且看到1000万个自己都伸着手，底下一个大炉子在烧，你说这多好啊！你又不用掏电费，你又不用掏那些劈柴费，对不对？使劲烧，啊，是吧？你偷东西痛快了吧？你们看见烤那个猪蹄儿吗？鸡爪吗？就那么烧，就把它烧糊了、烧焦了，冒烟成了灰。但是你还没死，哎，还接着烧。但是有多痛呢？大家手上都扎过刺嘛，是，你扎一个刺儿多难受啊！何况他把手慢慢这个烧，让你经历过那个整个那个烧毁的过程，这个烧毁不会太快。他们定了一个时间，就一只手吧，就烧1个半小时才烧烂。啊，这个过程你不会死。那求饶管用不？到了那儿，就像今天把你判刑进了到监狱，你给犯人和狱警说我要忏悔，没用的啊！忏悔打他，你早干啥了？哦，晚了。晚了呀，被判决了呀，对不对？你把那些该气的都气死了，该把人老头棺材本给偷走了之后，老头当场气死了，对不对？他活不过来啊！你这会儿受苦的时候你要忏悔啊，没用，烧。继续烧，是吧？你不是忏悔了吗？2个半小时才给你烧烂了，啊，火慢一点，小火慢慢烧，慢慢烤，啊，哎，这个火温度低一点，慢慢烤，坤提，你觉得痛不痛了？我觉得痛啊。比如说才500度而已嘛，500度，但是说我们的在水盆里头，觉得50度已经觉得很热，很热了。100度你手就绝对烫伤了，就90度都能烫伤，对不对？那个就是500来度，没事的，你慢慢就习惯了。你在那一住20年，在那里的20年，它的时空感觉哈，就在人间至少2000年。它每一天还很长，就你的地狱越深，你的时空感觉越慢，就是这样啊。这种痛苦感觉就难以想象，就是在人间就感觉就一次一次的就会痛晕过去或痛死过去。那不能让你晕，他们是有职业道德的，快晕了，绝对不让你晕，一盆冷水，那不能让你晕，那不用泼冷水你都死不了，就让你感受痛，而且永不间断的，求饶没用，哇，你早干啥了？就是听着都哆嗦。哎，对，还有烧脚的。整个烧的你那个世界哈，全是烧红的铁板，没处可躲，你屁股坐在那儿更痛苦，你还不如烧脚呢，啊，看着你的脚慢慢的烧成灰，烧成干儿，啊，你的身体体重咔就碎掉了，你看着自己剩下2条白骨头的腿，哎呀，也挺好玩的啊。还有呢，这个活狗，啊，活狗地狱啊。这个每颗牙齿，咱们别说活狗了，你养过狗的人知道，那个狗牙是很锋利的，它比人牙锋利多了，因为它算是狗，算食肉动物，对不对？所以它牙齿很锋利。哎，那地狱中的活狗呢，它的厉害度，它那个牙齿的尖锐度哈，比人家的刀子还锋利100倍，
只要咬到哪里，一个10个大窟窿就进去。哎，就是这样子。哎，让你你们有没有叫狗咬过的？没有。狗咬住你之后啊，它那个头就使劲甩，它通过甩就是想把你那块肉给拽下来。哎，你们有没有体会被狗咬的那个？一般的狗不厉害啊，它咬一下就跑了。厉害的狗哈，它咬住不放，不放之后这么拧那块肉往下，最后把那块肉给拽下来。哎，这是活狗啊。它一边你会闻到你的肉的香味儿，它一咬下去之后，那个肉就烫熟了，还冒着一股，你说这是狗肉味儿还是牛肉味儿还是鸡肉味儿？哎，怎么挺香的呢？哎，就一下就给你烫熟了，哎，慢慢把你撕掉，把你咬烂它。咱网友有个问题啊，师傅说这个咱们就是去地狱，这不是灵魂体去了是吧？哈，这个肉体不是还在这个地球空间里头了吗？是。那到了那灵魂体，到了那个地狱，咋还能被咬出血来？还有眼珠子，还有痛感啊？哎，到了那个世界哈，摸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的肉体就是更现实。如果你胖一点，到那更胖。所以让你一定要体会到这个血肉皮肉之苦。对，到了那儿就有肉了又。对，他死了之后，我们摸他灵魂摸不到，但是到那儿去的话，那鬼都摸他的时候都是很真实啊，就和你摸一个大母猪一样的真实。就跟生前长得一样。差不多吧。为了咬得更舒服一点，你的肉更多一点，更筋丝一点。我的妈呀！对。那还有网友听着也是挺可怕的哈，说那个求饶不管用，念佛管用不？不管用，也不管用啊！已经被判决到那里不管用，你早干啥了？被判决之后哈，就是被阎罗王判决之后，因为阎罗王不是鬼，他也不是鬼王，他是管主生死的大神。那佛门都把他称为菩萨阎王菩萨，那他这个主生死的大神才是世间最大的神。他是神的眼睛和智慧，一看你就知道，你干了多少坏事，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用49天呢？因为还有一些东西是一种模糊，这个好坏有点难分，所以他用49天，来总结你应该下到哪层地狱，在那里关多少年，是这样的，所以才经过了这么多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地狱，凡是地狱没一个好受的，是指地狱不是阴间。所以咱们的亲人亲戚的死亡之后，不一定都到了地狱，他只是到了阴间，成为灵魂体。对，在那里并不代表在监狱里受苦对，那这里再给大家介绍最麻烦的。我们说无间道就是无间地狱，是永远不能超生，对，那个里头就是说，它有一种我们在学经的时候有学过它有5种无间，对吧？对，觉真给大家介绍5种无间是什么样的5种无间。第一种就是时间上，就是说你就等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了。你从进去那一天开始，你就一直受苦，就没有出头之日。这个时间上的无间。第二种是空间上的无间，你进去一看，本来是自己嘛，可是那个刑具上全是你自己。然后不管有多少个什么大铁床，还是多少个什么，反正受苦的全是你。整个那个虚空之中密密麻麻的全是你。这个就空间上的没有缝隙了，没有间断了，空间的无间。第三个的话就是你那个受苦没有间断，就刚才像师父讲的，眼珠子拉出来了，哎呦，又活过来了，然后又被抓一次就是没有停止的还有第四个就是这个身份上没有什么分别刚才师父也讲了，甚至有的那个属于在天界的，比如龙或者是什么的那些天人呐，如果是受苦的话，不是，如果是犯罪的话，也是到地狱。甚至在人间，不管是国王还是大臣总统平民老百姓、小偷没有身份的差别，男女都没有差别，这也是一种无间。
那还有最后一种的话，就是念念无间，就是说，刚才还有同学还说呢，我念佛管不管用？你根本就没有念佛的那个间隙，那个意念，一直你在苦啊、受苦、痛啊，就根本就不可能有其他的那种意念了。这是五种无间是吧？哎，其实有一种叫时间上的无间哈。对。再把它延伸一点，说这个宇宙到它老化的时候，它都爆炸了。对。没有关系，你会自动的传递到下一个宇宙当中，你还是在无间地狱在受苦。对。永无止境。对。就是连你思考的一刹那时间都不留给你。对，这个无间。那师父啊，就之前您介绍那么多地狱，其实都已经很苦了。那这无间地狱感觉就真的是没有出头之日。那什么样的人到底是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要下这样的地狱呢？这个首先是一个大不孝的对，这个忤逆之罪哈，就是杀害父母、不孝父母这样的人一定会下，知道吗？第二个就是出佛身血。出佛身血就是坑害寺院道场，还有呢，坑害和诽谤你的师父，还有毁谤三宝。毁谤三宝是什么？佛法僧诽谤三宝破坏三宝，还有去讥笑、诋毁、诽谤、供养师父供养三宝者，都是下这个无间地狱还有呢，就是伤害进行修行的人，伤害传播慈悲的人，这些都是要下这个无间地狱的这是经典里大家经典里佛说的很清楚对，这个大概这个地狱情况说的也够惨了嘛，就这个样子。对，惨不忍睹。对，所以呢，大家还是尽量别做这些坏事那师父啊，就是那地狱中，就是您刚才讲，就是地狱也是另外一个时空，感觉也是充满了就是受刑罚的那些灵魂，好像但是也是被严格的管理着。那有这么多的神灵去管这些地狱中受苦的灵魂吗？像佛。还有很多天神很多天神都是有化身的那很多天神的境界是达到化身1000个、化身1万个、化身10亿个，都是有这个能力的。就到了这个神的这个世界来控制整个宇宙的共存和共生的这个平衡状态所以当这个鬼魂有多少，神灵永远比他多1万倍，他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对，他才能整个把控好对整个人类与宇宙世界的一个非常就是精准的平衡式的运行机制。所以鬼多神更多。那师父啊，就是您刚才说也是要在49天内被审判那有的人说，那我要是不是一个佛教徒我是其他的宗教的这样子的，比如说基督教，那是不是耶稣派来的人来审判我？那我是佛教徒，就佛菩萨或者是阎罗王来审判我？不是对，首先呢，他是由阎罗王审判。阎罗王的概念，我认为它不能有叫宗教倾向我觉得和哪个神关系比较近，没有这个概念。它一定要叫绝对保持宇宙的平衡。首先一个把握一个好坏的平衡。在这样的神达到这个级别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管理和对整个世界的管理一定要绝对的要标准。他就没有一种说贪污受贿对某某神某某人有情感倾向，没有他一定要绝对的公正，所以他不会把自己放在某一个宗教信徒的这样的一种影子下面，这不可能的。谁都被审判。
谁都被审判。那师傅，那像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个阎罗王的这个形象哈，好像都还是东方人的形象。那如果一个大老美的话，一个坏蛋，那他被审判的时候，他是不是看的是西方人的形象啊？不是这样的。哦，阎罗王的形象哈，在古代人绘画的时候是，比如说华人和东方人，当有很多有天眼通或者下来趟地狱，他看到的，他认为类似于东方人的样子。但是我是看到过阎王爷的那个塑像，那个塑像的感觉只能叫他是类人类。他都不一定跟人类一样，他不是人，他本来就不是人，他是神，他是神。我为什么说类人类呢？说他那个脸呢，你也分不清他是龙王啊，还是一个天王啊。对，他是这样的，说类人类就是有类似人的感觉，但他身体的高度，他的形象根本就不是人。那更别说东方西方人了，就更不要说哪个宗教了。对，他根本就不是那样。但是华人会习惯性的把他画的有倾向于华人的样子。那俄罗斯人就把他画成俄罗斯样子。对，说意大利人画成意大利样子。是这样子的。我见过有一尊，这是在德国的那个信佛的教徒呢画的观音像。他说感觉我看到了观音菩萨，就画出来之后很像是德国女人这个样子。可能这个时候菩萨就是让他看到的就是他又容易接近的一种吉祥慈悲的这个母亲形象的样子。他容易接近呢，对不对？他不会被吓到被疑惑，所以他一定要容易佛菩萨这个神级的这个生命，他会如果来爱你的话呢，他一定容易让你去接受他形象的那种形象。但是阎罗王不是人，他绝对不是长东方人中国人的样子，不是这样，那也是错误的历史问题。咱们网友是比较怕这个地狱，一听了以后哈，又想出一个招来，说师傅能不能去收买那个地狱使者帮忙，别去那么严酷的地狱。能够成为地狱使者的这样的神，他不是鬼来着哈，他也不是人来着，人类没有办法用任何人类所认为的财宝啊、金银啊、美色什么帅哥美女啊，他对你这个身体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喜欢的钱和金的银子对他来说像粪差不多，对他来说没有意义。请问你用什么来贿赂他呢？根本不吃这套，他绝对不吃这套。绝对不吃这套，你没有办法只能够贿赂他，你不知道他要啥。对，人类追求的东西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能够理解。对呀，你就像你不可能和一个猪谈恋爱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猪还离人近呢。但是人和这个神灵之间的时候，他看你像个蚂蚁，他和咱们人谁和蚂蚁谈恋爱啊？就同样的道理。对不对？那又有问题了哈。来吧。就是这个，那既然不能够收买这个地狱使者的话，那在人间咱能收买呀？收买谁呀？比如说法官呐、律师啊、检察官。人间是可以的呀。对，人间当然可以。比如说还有一个人他杀了个人，那真的是找到特别能辩护的律师，真能把他变成无罪，就当庭释放，那他就免受惩罚。那听说过呀。对，那这样的人他还下地狱不？他在地狱那儿有罪没罪到底儿？那你想想呢？我想是有。公正之神就是阎罗王哈，阎罗王菩萨，那个遇到这样的人，他是最恨他了。所以你本来早就应该受惩罚，对不对？可是你逃避了这个惩罚，你用钱财或者贿赂的方式，是吧？让自己没有得到法律对你制裁，那到地狱来。要加至少10000倍的刑罚处分。明白了哈。因为你还逃。比如说你的罪过吧，应该判1年在人间。对。可是你逃过了，是不是啊？是。到地狱之后呢，先加1万年，再算你别的账。加利息了，太吓人了。先加了1万年之后，再算别的，一加起来可能70万年，就是这样。就这样的。那师傅还有一种情况，那这种他确实杀了人哈，就是
就是怎么说，莫想人不知，不要人不知除非嗯己莫为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是他确实杀了。还有一种呢，他就是咱法律就没法判，就比如说骗人呐、气人呐，然后那种。对把，人给我知道了。气死了。对，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叫不道德行为，对他也但是法律又管不着。很难对从法律上入手。我们比如说吧，哎一个不懂事的媳妇啊，就把婆婆给气死了，对但是她确实没有去动手啊、下药啊、勒死啊等等，她确实没有，但是她真是被气死了。对，你到法官那去谈的时候，没这条办法律呀，对，没有办法来处罚这个媳妇，对不对？是，这个真是在人间呐、因为人他和神比的话，人这个生命太初级了。而神是全能和完美的。哦，什么全能呢？他所想到的都能出现。知道吗？所以他就会绝对会惩罚你的。绝对能够分辨清。一样是杀人罪，杀人罪，并且是以下犯上，对，无间地狱。哦，对，师傅就还听到有一个故事嘛，就以前我们直播中也讲过，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福建的小伙子哈，他是 IT 男，还很能干啊，对他是做 IT 的嘛，他后来还创业哈，自己有一个 IT 公司，赚了很多钱，哎，挣了不少钱，就是但是呢，就是情商不高，这个爱情运也不好，后来好不容易在交友这个网站上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对，这女朋友是高富帅吧，反正就长得也好，学历也好，那不是帅，那个白富美，对，对，白富美，对对，就什么都好，各种条件都好，身高比这小伙子还高，对啊，然后学历啥都好哈，完了呢，好了，这个人就说自己哎呀没谈过恋爱呀，什么什么怎么着的哈，啊，然后。这个就把这个 IT 小伙就给迷住了啊！要什么给什么，给钱要买房。今天出馊主意在海南买个房，明天又出馊主意又买个什么名牌包，反正就给他花了好多钱哈，就花了1000多万。然后俩人就谈婚论嫁就要结婚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朋友说了，说我以前还有一段。婚史就是，那 IT 小伙就不干了，说你以前不是说你很纯洁吗？哈，然后怎么着？说那我看看你离婚协议有没有离干净啊，这个我才能放心呢。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吧。结果这女朋友说啊，这我个人隐私，你要看你得给我多少钱？哇塞，80多万好像。小伙还想看嘛，又给了他80多万。看完了之后就挺生气的，说你还骗我什么什么的。完了，这女朋友说：“那你到底跟我结不结婚呢？”啊，又威胁他。这 IT 小伙心想：算了，我以慈悲感化他吧，哈。完了，就决定跟他结婚了。这一结婚，好家伙，又这个这就成妻子了，不是女朋友了，就又来事儿了。每天给我5万块钱，什么我还要管你所有资产，就没完没了。对，最后把这小伙逼的实在不行了，说要不我就跟你离婚吧，我受不了了。这女的人说更来劲儿了，你跟我离婚可以呀，你给我1000万啊，还加上一套房子，还什么什么的，给这小伙逼的呀。这小伙最后真是逼得走投无路了，跳楼自杀了。据说这个案件到现在都没法审。对，因为他这个案件我看过哈，整个的描述哈。对啊。就是每一次他逼迫这个小伙，无论通过文字语言的，但这个钱每一次小伙都给他钱了。对。但是你并没有看到说我把你钱给抢过来。对。而是他都给了。所以法官很难判。法官今天的就是西方式这个法律概念，他是先讲证据嘛。讲证据也是对的，不管东方西方有证据才好，对不对？要不然的话，遇上贪官污吏，随便抓一个人说你杀人了。对不对？这要铁证如山才行，对不对？对呀。他说这个事儿让法官怎么判？我要钱，我让你道歉，你的道歉费这一次是10万块钱，你给了我了，我并没从你的提包里抢钱，这个过程是你乐意给我的，是一种协商行为，对不对？虽然说我用2年时间把你已经几千万都榨干了，但是都是你给我的钱，所以让人间的法官很难判，对不对？可是到阎罗王那儿呢？那阎罗王那儿会怎么判呢？无间地狱。哦，因为他确实有伤害之心，而
他卑鄙整个他是比一般人，他就是心灵扭曲，对，阴险，心灵扭曲，这种扭曲吧，就叫变态。换种说法叫变态。他就我要嫁给你，其实我不是嫁给你这个人实际上我要这个钱，而要钱的这个方法吧，就特别叫折磨这个男人。对，而且希望说我捞到这个钱的时候，我也希望把他气死了，这样就没人来追溯我要了这么多钱这件事儿了。哦，对了，他还是个惯犯，他第一次那个短暂婚姻还讹了人家20万。对，所以他在这个上头已经捞到好处了。你说这个事儿，就是当今世界不是现在德国有个宝马车嘛 ，BMW， 对，里头的真正的女老板，持有13%的股份，听着13%不多是不是啊？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轿车之一，对不对？所以他身下的他的名下的钱有多少呢？要至少论100亿美金来算，这么大身价的人，一样叫一个叫做花花男。这花花男打工吧，也在银行里什么政府打个工，尤其是他在这个瑞士银行打个工，打了工之后发现瑞士银行里头打工全是些世界级大老板，说哇一来就是1个亿几千万，最少的穷光蛋都是几千万，对不对？在那上亿的，在那里像流水一般的，他就人家都哪来这么多钱呢？最后他做生意吧，赔的要死，就发现我确实没这个智商，但是他发现自己还有自己的优势。第一个，长得细皮嫩肉挺好看的，就是小白脸。那么第二个呢，会6国语言，在欧洲会6国语言挺多的，6国语言，并且他爸爸呢是一个国际公司的一个经理人，就又见过世面，而他在瑞士银行有工作过，所以这些的经历使他，如果要骗人的话，他很多事还是懂得的，他会伪装得很好。所以他就专门出入一些可能那些高级的富人经常休闲溜达休养的地方。所以有一次德国宝马车的这个女富商女老板，就是在一个度假村里头，偏僻的度假村嘛，因为很多人认识她嘛，她之前很低调的，都不知道老板是谁。结果她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度假，度假的时候没事穿个泳装拿本书去看。那这个人提前早做好了功课，就是这里他肯定也花钱买通了一些人，说是住了 BMW 这个女老板来了，但是表面上又不威风，他还没带那么多的保镖他是低调嘛，低调也没狗在这里追他，因为很多人不认识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一个就像一个潜藏起来的一个女老板，就是这样，又年轻，才40来岁，结果他有小道消息，他专干这个，就真摸清了说，这个旅馆住进来了 BMW 这个女老板，这次来，从家人来说的话，他是一个带2个秘书1个司机之类的，他也找机会下手，而且提前就摸好了这个人爱好什么，喜欢吃什么，什么个性。还有喜欢看什么书，怎么看他看书就花人调查，真调查出来了，他喜欢读当时一个流行的一个小说，他就这个人利用最快速的时间，这个人也聪明着呢，就读最近最流行的这个人写的小说是什么，而且背了个滚瓜烂熟。所以当有一次一看，这个女老板一个人在那拿着书正看，他就旁边确实没人，他就走过去，老远就说：“哇，这本书里头，这是我最爱的书我睡觉都搂着这个书睡觉它对我人生很有启发呀。这个我对这个作者崇拜的要命哎呀，我也有那种共同的爱好我经常对着月亮叹息这个人长得不错，生意也很好。这女老板抬头一看，正在赞美自己的书，而且声音还这么好听长得一看，太好听了，不是太好看了而且还评定了我的书，我也有这种好感呢，你也有这好感就是是我也喜欢看这个书呀，就开始交流这个书他有计划的嘛，一来二去和他熟悉了，3、5天之后分手的时候还得难舍难分，最后这个女的回了家之后，女的是有家庭的呀，还是忍不住
1个月之后说不行，我得想见见你。他们约了个地方就约会，就从此成了情人。结果没想到中了中国人讲叫仙人跳的这个套啊。完了之后，他在他约会这个房间他有个助手，这个助手主要是监视监听的助手。早把那个隐形摄像机高清的都早架好了。那女老板她仅仅是就是一个富人，有钱的富人，她没有这个警惕性，她觉得这是一个艳遇，说让我难得遇上这么一个才子这才是高富帅，又有才又有相貌，声音好听，而且还真懂我的心，而且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我们还有共同的诗，这么多的好处都共同了。你看你你遇到一个类似像你的，脾气也像你的，收入也像你的，是不是而且还有挺豪迈的人，你就会喜欢。人往往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2个就好上了。结果没多久，这个男的就说：“哎呀，不行我最近遇到大麻烦事了。”他一看这个女的对他动心了，而且他拍摄什么都拿到手了，这个证据，就打电话：“你得救救我吧！”结果我呢一不小心我惹了意大利黑手党的老大的儿子，我把他打了2拳，鼻子打出血来了，他要杀了我。这女的赶快问了：“哎呀，我的宝贝，可怎么办呢？”他要1000万赔偿金，我不能不给他随时让我变成灰所以我不是没钱人，我只有300多万呢，其他都是房产卖不了说要1000万，这女的说：“这对我来说是小事，行，我打给你。”说不能打，要现金，他这个还毕竟是巨富嘛，3天凑够了，后车厢一车厢全是现金钞票，就给了他。1个月之后，又有一招，不是没有了，没完没了，又有一招。说你既然给我那么多钱真是我非常感谢你救了我的命。既然救了我的命，咱们得要将来有个安全之处，你得嫁给我完了之后我们共同的，我来管理你的资金。这女的越听越不对3天以内给钱，结果没给，这个男的也没忍住，他毕竟骗，他怕时间久了之后会发现嘛，所以迅速没拿到钱，他就急了，说你如果限你3天不给，我给你发一张照片，你看咱们在床上干啥，就是整个录像当中一个截图，2人赤身裸体。你不是德国名人吗？我让你更出名。哎呀，这女的如五雷轰顶她遇上这么个坏蛋了，是长得真不错，像个天子，这个内心坏的像个恶鬼，怎么让我遇上这种人呢？人家早算计好了，我到底给钱还是怎么着？他怕这个没完没了报警又不行，什么时候是个结果？怎么不行呢？他毕竟是一个企业家，不愧是兵营大部的老板，报警。那他还是敢做敢为了，敢做敢当，对，这是丢人是，但是豁出来了，先给丈夫谈了一下，确实我错了，我就跳入了仙人跳，被人给算计了，被人给玩了，就现在来是讹诈这个钱，没完没了。我宁可丢人，我也不会让这个骗子得手。结果他要求给他送那么多钱，警察一商量，警察说你就同意，哪一天在哪里接钱，这个警察就把这个骗子给捉住了，关门打狗太好。结果这个骗子在他之前已经骗了至少20个女人了，惯犯，严重到什么程度？瑞士的那种伯爵夫人，那90岁老太太也一样让他骗，专骗富婆。对，专骗富婆，那穷婆没钱呐，穷婆还骗别人呢，对不对？你看专骗富婆，那穷人光剩骨头没有肉对不对？专骗谁肉多炸谁去。结果有这么件事儿，这可是个真事儿。这贪财得下油锅刚才师傅讲，什么锅都得下。他这骗了20多个人，他得20多个地狱轮着转吧？轮着转，出不来了。真的。对，出不来。
像他这人间服了刑罚，下去还得接着。对，这就是恶魔转世嘛。那师傅呢？刚才我问的时候，有人就逃过了人间的法律惩罚哈，跟这个他服了刑了再下地狱的话，这两者有差别吗？他如果在人间服了刑了，再下了地狱哈，有差别。对吧？阎王爷在那一算说，其实，法律的证据只查到了，比如说你骗了20个人，是不是啊？对。只查到了10个人啊，那么还有一半人呢？还有因此受到这样的侮辱和折磨的人，因此早10年给气死了。有的为这个事儿就闹离婚了，对不对？闹离婚了，整整形成了整个的伤害这个账，全部算到这个骗子头上去。比如说按照人间的法律哈，这样骗要判无期，对不对？对。那到地狱呢？无间地狱。所以减掉他人间那个刑罚也减不了2年，减不了啊！因为在天神来给你算这个账的时候哈，所以整个前因后果到后期连锁性伤害和出的这些问题全部算到你头上去。在人间只讲究死的证据那个部分，因为人他是不完美的，和神比的话，神可是全方位的，看的前500年、后500年全给你看透了，你害的人所引发的罪过、痛苦、麻烦、伤害全算到你头上去，就是这样。所以阎罗王跟地狱就特别的公正无私，逃不过他们的法眼。对，天网恢恢似的，疏而不漏。对，所以若想人不知哈，除非己莫为啊。对，在法律的这个证据下的这种状态抓不住你，对不对？对，作案高手就很难查呀。是啊。但是阎罗王你骗不过，你只要做了。到你死呢来给你算账的时候哈，就全部呈现在阎罗王和你的面前，全让你看个遍，包括那个起心动念，包括你那个意念都能呈现出来。没错了。所以在很多在那种大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神佛就观察到你那一刹那的有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我讲过一个蜘蛛的故事，对，是不是啊？对。有一天，这个阿弥陀佛啊，打坐呢。在西方极乐这个莲池上打坐，他看到这个莲台叶子上头有一个红色蜘蛛，佛就用佛眼往下看，等有个丝垂到这个水池里去了，莲花池里去了，他顺这个丝往下看，结果底下就是无间地狱。这个蜘蛛呢，听佛讲法哈，这就慈悲心，其实变成佛了，就是啊。他以蜘蛛这个样子来划线，就是第一个撕到无间地狱去，给他们个机会吧。他们在受苦太久了，下去之后这个丝呢就是大粗绳、大缆绳，这些人都可以拽着上来。结果他们就争先恐后往上爬呀，就有一个地狱的大恶魔。大恶魔先往上，他力气大呀，壮实啊，就往上抓着往上爬。他也怕底下人爬的时候怕这绳子给拽断了。对。所以你们往上爬，我就踹你，又把这人踹到火坑里去，回到地狱给烧烂了。他自己往上爬，就是他往下踹别人的时候，哎呀，佛陀看着眼泪都出来了。佛的眼泪要掉着池子的时候，这个绳子就断下去了，说是不可救呀，是吧？这个一念之间就是天地之差呀，生死差别呀，所以意念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特别的重要。所有的伤害无非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精神中的五毒。精神中的五毒就是贪、嗔、痴、慢、疑。最容易理解的是什么？就是贪婪贪财、贪色、贪嘴贪的是身体的舒适感，是吧？贪的是香甜，咱别说到地狱了，是吧？你看多少小姑娘喜欢吃个奶油蛋糕，对不对？越吃身材奶油蛋糕是吧？爱吃小笼包，身体变成小笼包是吧？爱吃炖肉，身体变成炖肉，就是这样子。你看看，就是多麻烦啊！所以这不都是贪吗？是不是啊？
所以你所有的贪婪一旦过度，就是适当有一点贪心的感觉是叫基本需求，当一旦过度之后，就往往就是形成的伤害。先是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关键是给其他的众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哎，那师傅，那这起心动念，刚才说咱们也算哈，就是阎王爷也会看得一清二楚的，但是就是我心里骂他一句，没有对他真正造成伤害呀，这个也算吗？从阎王爷看这件事儿，这都是一笔账，它都是会产生业和阴影。哦，嗯，也是伤害。对，心里骂了一句，就淡淡像玩笑似的，可能没有啥。但是你这心里是真的憎恨他，恨他，我弄死你，我杀了你，我踢死你，我给你喂毒等等的。当确定的这意念出来的时候，这个就已经形成了伤害。哦。但是和具体直接把这人杀了，有行为的。对，他这个就是罪过哈，差别还有1000倍。哦，对，哦，就光想没干的还是轻罪，对，就有了至少有1份罪产生。哦，但是有罪，比如说杀了这个人，就有1000份的罪过啊，你在地狱要受1000年的苦，比如说哈，但是光想没有做，也有1年的罪要去承担。哦，那我看网友也是在说哈，对，他说师傅啊，那怕地狱的人可能都是犯了错的人。就他说这话的时候，感觉好像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犯错。可是我这么一听，我觉得我们都犯过错。就犯了错的人，这样的网友是没仔细想。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神，关键是你犯了错，你懂什么叫错，什么叫对吗？请问你有没有，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你的精神世界的五毒，你有没有各种的贪啊，贪财好色，这都是贪嘛？还有没有嫉妒心？尤其是和你类似的人好了，是吧？和你读书同样的人，尤其是同样年龄的人，考上好的大学了，你嫉不嫉妒？从女人来说，哎，说原来我这个邻居啊，是我小妹而已。丑小鸭，黑不拉几，其实长大之后亭亭玉立，真的美，人见人夸，人见人爱，你嫉不嫉妒？嫉妒，对不对？长得好还算罢了，就考试还比我高30分，更让我生气了，对不对？哎，生气之后的结果呢？有些人下狠手啊，大家看看宫廷剧就知道了，哎呦，对不对啊？那都下毒啊！乾隆皇帝多厉害啊！他几乎保不住自己的孩子的命，就是对不对啊？是有些就是让你女人没法怀孕，买通所有的宫女太监下药，让他这个皇帝的女人怀不了孕，对不对？还好不容易生了吧，没几年就给弄死，而弄死的方法皇帝都破不了案，阴毒吧，这不都是来自于嫉妒吗？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的精神世界内心的这个五毒，如果不除的话，你能没有罪吗？对不对？说这句话的本身还要带有愚昧性，因为不懂得对和错。师傅，就是我觉得可能多数人能理解，就比如说这种图财害命的，然后罪大恶极的，就特别严重的这种，那是直白的。对，直白的真应该下地狱。就是即使如果我们自己犯了这个错，可能也就认了，真要下地狱。但是有一些好像看似比较轻微，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我心里骂他一句，或者说哎呀挑拨一次是非，或者说两舌就不那么严重啊，或者是小偷小摸，小时候偷过一块橡皮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小事儿，那也会到时候烧手烧脚吗？对，这么可怕。可能是不是就是长短不同，就是下去的这个时间。因为对于在于对从神的角度来看人哈，小时候偷铅笔和橡皮，大了敢撬银行偷汽车呀，知道吗？小时候什么打蝴蝶灭蚂蚁，对，长大之后就敢绑票杀人，因为它会让你怕的是你成为一种习惯，对，
是这样的。哦，这佛教育我们要形成一种新的慈悲善良的思维习惯。这是佛的真正教化。咱们那个网友还有说，就是说认识师父之前呢，可能确实也不懂因果哈。的确这些都做过。铅笔橡皮偷过，蚂蚁蚊子打过，真的这个还是挺多的，甚至于可能杀鸡杀鱼的这个都有哈。日常生活之中，这咋办呢？这今天一听这个地狱，这得上刀山下油锅，这个真的怕了。这还是不是真得受惩罚呀？肯定受惩罚，就是就做好准备吧。这为什么说有时候你得那个病就怪？你得那个病没人治得了呢？有很多时候是与杀生，还有不一定是直白的杀生，骗人、伤害、嫉妒啊，两说是非啊，不孝父母，不敬，包括结了婚的对方的父母，一样的罪过。这个罪过让你在活着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肯定没有地狱嘛，哈。对。但是会让你会有的时候就提前出现惩罚的现象。就是佛所说的因果，先受苦。现世报。先给了你警告了，你还不改。对，你还不改，将来就来个狠的。师父，就你看，像刚才说的这样，就是说，跟师父学了以后，认识因果了哈，也确实敬畏因果，就收敛了。不但收敛了呢，而且我们还。就是跟着师父还做了一点善事儿，帮人呐，把八卦内功推荐给邻居呀、家人呐，他就因此他这个腿就不疼了，真的帮过人哈，真有这样子的。或者我们在网络上传播这个这些佛经啊、师父的讲法，真的有人因为我们的这个传播而受益了。那我也做了好事儿了，能不能抵那个以前无知的情况下做的坏事儿啊？原则上是能抵的。原则是能抵哈。太好了，阿弥陀佛。对，原则是能抵的。对。那就再比如说哈，在我读故事的时候呢，就是读到一个古代有个官员，那么他呢那个地区啊特别容易干旱，那么他呢向上朝廷向皇上要银子拨钱也动员本地的农民哈帮着一起，他觉得，因为他对水利工程特别有研究。应该这里修个水库，这样平时下雨的时候，要不就流到河里流走了下雨的时候呢，除了因为它是下雨嘛，他把多余的这个水呢，我就把它积累存起来，等干旱需要浇庄稼的时候呢，我就放开闸门呢，农民就浇地，这样保证农民丰收。对。花了10年时间，动用很多人工把这个水库修起来了。但是过去这个施工能力和经验都不足啊！你想，你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县官，你没有这工程学你没有这个经验，心是好的，可是有一次他没有想到那个山洪爆发起来怎么那么严重？结果他们修的水库水积累到下了10天雨之后给崩塌了，一下就淹死了100多万人口。哎呀，这皇帝气的时候，我杀了你！他说你杀我没用，我是好心的。皇帝知道你是个好心，皇帝说怎么弥补呢？说你把我抓起来之后，我就浪费了我了。那你应该是再拨点银子，再让我把它修起来。皇帝经过众多官员一讨论，说这个事儿是对的，到这个好项目但是这次要改这个怎么样？这次给冲开的，结果那个坝堤呢太松软太薄。所以这一次一加厚，而且它的质量要加好，还容易漏洞的地方都提前做好预防，这一下就给修好了。这次修的特别牢固，固若金汤。那么接下来让它光彩的时候又来了，就出彩的时候来了，连着3年干旱，知道吗？可是它这个水库里蓄满了水了。哎呀，幸亏这个水库积的水给它周围的县都放水浇地，这3个干旱的县比旁边的县要富裕多了，他们都挨饿，这个县还有粮食吃，就丰收了，这又多救了100多万，这救了300-400万人。这个功课过呢？对呀。除了得到皇帝嘉奖之外，等他死了之后，阎王爷就判他说你淹死了100多万人。说阎王爷，我还救了很多人说那怎么判呢？
这样吧，但是因为你的心是好的，你的心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你心中没有去伤害众生，所以你是为了救众生，但是你确实因为不是一个水利的专家啊，所以也毕竟死了那么多人，所以得关几年。但是后来救了那么多的人，说比如说前面吧，因为这些叫做无意的伤害，也毕竟死了那么多人，先关你在地府的3年，之后上升到天堂，因为救了那么多的人啊，所以这个判决还特别好。所以在地狱关3年，完了之后，荣耀的画了一道光，上天堂去了，就是。就成为天人，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对，释放了之后，去个好地儿吧。对，就是功过恩怨特别分明。这么算的哦。对，感恩师父。对，但是修佛法哈，换句说解决的方法，修佛法往往有的时候本来应该关的那个时间，还要给你减免掉。是不是发心不错？对。为啥修佛？难道说佛也走过后门要偏激吗？不是，因为修了佛这个人哈，就变成绝对慈悲的人。从此再也不会伤害了，所以修佛者特别容易达到减免。刚才咱们那个网友还提个问，还就净想走后门的哈，说因为听了那个地狱那么可怕，谁也不想去哈，但是也确实犯过一些事儿，这每个人都犯过哈。说我都成为菩提弟子了，能不能求师父跟阎王爷讲讲情啊？对，不是师父有这个本事吗？师父您给讲情吗？不能讲。哎呀妈呀！那是违背天条的，违背自然的规则。那我就会遭天谴。会早早的把我给烧走的。所以我不能讲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怕死，是违背自然的法则。是，对不对？你之前你杀生，是吧？你就应该受惩罚。对。但是呢，你应该不要让我帮着减免，你应该去好好发心修行，对，做功德，对，做一个慈悲的人、好人，还为你过去伤害过的众生去点灯啊，做功德呀，求佛光普照，他们解脱不怨你，你才能升华。他们在那都在念你的紧箍咒，都在骂你，都在诅咒你，能不把你抓进地狱吗？就是自己听懂道理之后要将功赎罪。对，没错了。对，好好修行。因为很多人就说我没有杀过人，还没有害过人，但是你在人家诅咒的时候，你斤斤计较的时候，就是伤害了之后，你自己没以为像人间重罪的那种，说我绑票杀人之类的，你当然没做那个，但是你平时的伤害，你是没有当作是伤害。是的。很多人的伤害其实根本不至于说是去在人间判罪哈，师傅，就是大家都觉得，你看我也没有进监狱啊，也没有判罪，但其实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伤害。所以真正的就是我们要能够解脱哈，一定要学着有个入手处哈，一定要叫悔过。悔过的概念是什么？就像忏悔的感觉哈，承认我错了，承认我错了。第二个就是以后不再犯，还要要求自己不再犯，要这样子。这就是师父给出路了，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下地狱，或者真的是就是能够将功赎罪少，减刑、免刑。还要对活着的人，比如你伤害过的人，对，你还要给人道歉。道歉之后说你还要，比如说节日给个礼物呀，对，看望啊，过年的红包啊等等，你要有人情礼节上求得人家的理解与宽容，要这样子，知道吗？所以就是哪怕脾气再大的人，也不会打那个笑脸送礼的，是不是啊？一般都不乐意惩罚来道歉的人，知道吗？有礼有节道歉的人，一般都会原谅你的。那如果伤害的人就是已经都往生了，不在了，那怎么去弥补呀？那你要做大功德，要为他点灯念佛，是不是啊？甚至是塑佛金身等等的，你要替他做那功德，他才不抱怨你啊。以他的名义做功德。对。这样的。我们作为普通众生哈，往往有很多伤害，有很多是不是直白的伤害。我们刚才举例来说，对，比如说一个不懂事的媳妇，和婆婆吵架，这婆婆给气死了，完了她老公骂她，她说，你看我骂别人也没气死，我骂我领导才没气死，你看你妈就是抵抗力不足，而且身体不太好，
心脏不太好，一生气背过气儿去了，结果没救过来就死了，对不对？他就是怨他这个是他身体不好原因，不是我骂，找借口。但事实上呢，如果你不骂，人能活到99，所以你一骂就65就死了。所以这就不叫忏悔，自己都不认错，这就是杀人。到了阎罗王那儿去，当入无间地狱。因为是父母长辈。以小犯上，你是媳妇的话，你把她叫啥？不叫妈吗？那你就是孩子。以小犯上，不管打死他、气死他，还是骗死他，一样入无间地狱。感恩师父的教诲，所以趁着对于伤害的人，他们还在世的时候，真的是要赶紧去弥补。还有更可怕的呢，凡是入无间地狱重罪者，通常还会有点叫什么呢？叫做株连九族，不一定把你9族人都给杀了，但是都受连累，尤其是你的后代。哎呦，我们之前就讲过哈，对，如果作为父母亲在地狱恶鬼道当中的地狱道之中，恶鬼道只是鬼魂道哈，就是阴间哈。到了地狱道之中，在那深受折磨的，关在地狱的监狱之中的时候哈，那你的后代不吉祥，就出问题，而且特别容易夭折呀等等的那些大麻烦就会产生，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它会连带给你的与你有血缘关系和你在一起过日子的人，血缘和情缘的人，都会受连累。所以自己就是在有生之年活着的时候，还听懂这个道理了，赶紧要做功德，要忏悔，要弥补啊。对。那个网友有问师父，就是他以前就从事过诈骗的行业哈，现在是金盆洗手不干了啊。那我想问师父说，那怎么弥补这个罪过呀？如果你诈骗这个钱财嘛，同时诈骗就是钱财哈，诈骗钱财你1分不能留，因为你已经花掉挥霍了一部分哈，你一定要把它，一个是还给过去的被骗的这些失主，这些受害者。要还给他们，比如说你诈了人家100万，你至少给人120万啊，你要还给人家啊。还有很多剩余了之后说，我确实找不着人，说我真的是忘了，也记不清楚，怎么办呢？你要捐给真正的慈善机构，不能留在自家自用或者留给后代，坚决不行。还有说我假装孝顺，我给我父母亲买套房可以吗？坚决不行。你给他买那套房，还不如修个坟好。真的非常麻烦，那是非常的不吉祥，能让恶鬼把你爹妈给吓死，所以是不行的，一定要捐出来，1分都不能留，还要忏悔。好的，感恩师父。所以凡是这种来路不正的钱对，你说这刚才是诈骗嘛，那小偷呢一样，偷的钱一样，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必须得还回去。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钱吗？偷的、抢的、骗的，贩毒对，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坑蒙来的，对，贪污来的，这些都是有罪的，都是有罪的，赶紧还，反正不是自己的，因为这个不是真正通过你真正的劳动所获得的那个价值回报呀，对不对？你也不是贪污政府的，就是贪污大公司的，对不对？它会出问题的。所以你也把这个钱，一个是还回去，一个是捐出来，不能留的结果会是祸害。好，那就是我们活着的人，如果听懂了这个道理，就赶紧去还钱弥补哈。如果说，比如说我家的一个长辈，我知道他以前就干过这种坑蒙拐骗的事儿啊，那可是他都走了，人都死了呀。他也还不了了，那我们做后代，刚才师父不是说了吗？如果祖先有下地狱的，后代都不得好啊。我们得帮他呀。对呀，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怎么替祖先弥补这个过错呢？这个就是非得做这个慈善的功德行为。很多内容比如说先是有了忏悔呀，对，替他忏悔，还有很多这种进行弥补的这些方法项目，是不是啊？比如说在佛前点灯这个道场修建要供养
哪里有大灾难的时候，你要出钱出力买东西去救济穷人啊，是吧？就慈善的事情。对对对，对，甚至是到一些这个无依无靠的孤独老人那里去买吃的，去帮着伺候啊，要当自己亲爹娘去伺候啊，等等的，这都是在给你做功德，都在消业呀。哦，哎，对，这个是特别吉祥的，就能帮到他。你不这么做很麻烦。那我记得那个师父《地藏经》中有说，要替祖先替别人做功德的话，他才得到1/7呀。对，自己得到。你觉得有疑惑吧？哈。对，就是我做功德的人，比如说我为我的祖辈做功德，对不对？对呀。但祖辈已经往生了啊。但是我现在作为后辈做功德，结果呢，我来进行执行做功德的这个后辈呢，能得到6/7的功德，而给往生者的先辈呢，得1/7的功德。佛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对呀。佛真是大慈大悲呀，因为往生者在人世间已经死了，对不对？他到那边去经过审理审查判决，但是他的罪过和能量，比如说你爹是个诈骗犯，他诈骗来的钱你有没吃啊？你吃了，你也住，你也用了，买的好房子、好表、好衣服，对不对？你都沾光了，是不是啊？你也有罪过。那么接下来惩罚的就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你主动去做这个功德的时候，6/7给了你，就是为了不伤害到你这个后代。所以才把佛的这个安排1/7给亡者，6/7给做功德的这个人，为了保住你们的性命和安全。哎呦，真是佛菩萨好慈悲哦！是这个意思。感恩师父才懂得了哈。所以要问说6/7给这个做功德的这个人是啥意思呀？是这个意思，为了不伤害到你。好，师父刚才有讲到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个我们有一个网友呢，就给师父写了一封信，就是问他做了个梦，问问这个寓意这个叫背锅的故事，是墨尔本的怀英他问的，他说他的就是我自己的爷爷就很早就离世了，那我的父亲呢是由我爷爷的兄弟养大的，我一直称呼他为二爷爷。二爷爷只有一个女儿，那女儿嫁人后呢，生有一子一女。那二爷爷也往生了，往生以后呢，因为就是我的父亲都属于是过继的继子这样的嘛，所以每年的祭祀呢都是我父亲在主导在做。那二爷爷呢也经常会托梦给我，那我跟着师父修菩提之后呢，也开始为二爷爷供灯做功德。梦中他的状况也越来越好。起初梦见二爷爷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衣服，人也很消瘦，感觉过得很不好。每每想起这个画面我都想哭。在我坚持供灯之后呢，在梦中二爷爷的衣服穿得越来越光鲜，而且梦中红光满面的，特别精神，也觉得很欢喜。但是前年农历7月15，农历7月15就我们说的是这个盂兰盆节嘛。前一周我梦到我二爷爷穿得很好，但是背着一口很大的锅。梦中我还问二爷爷：“您是不是没饭吃啊？”二爷爷说：“不是，有饭吃。”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很奇怪，有饭吃为啥背着锅来找我呀？但是呢，我还是给二爷爷点了超荐灯。没想到1周以内，我得到了噩耗。二爷爷唯一的外孙，早上上班的时候，因为同事临时换班，结果不幸被垃圾车撞死。事后调查呢，是垃圾车操作不当，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自动启动，撞死了我的表弟。我立刻在禅堂为他供灯。当时还是明火灯嘛，刚开始供的头几天灯火黑烟不断，我连续供了好几组49天的灯那我女儿也有帮为她供灯。
等所有的灯圆满之后呢，我女儿梦到了我的表弟，在梦中，我的表弟开了一家玉器店，热情邀请我女儿进去坐了坐，并且很开心打开红布包，里面有2-3块特别精美的宝石要送给我们全家。那我和我女儿呢，很感恩师父的加持护佑。这件事让我感到修行和做功德的重要性。我们要好好的跟着师父修行做功德，不但自己吉祥平安，也能帮助到家人祖先。感恩师父。但是他还是不懂当时为什么他二爷爷背着一口锅，对呀，出现在他的梦中。我觉得呢，你像要遇二爷爷。前面挺凄惨的，破破烂烂的样子。他为他供灯之后呢，慢慢的二爷爷这个装束和表情越来越好了，对不对？健康啦，富贵啦，自在了，这些都有了。可是，在去年，在这个7月15之前1周左右，做梦到二爷背个锅，虽然穿得很干净，对不对？背个锅，问他是没饭吃吗？他有饭吃。是。那么1周以后，这个二爷爷的唯一的一个外孙被垃圾车，这个垃圾车还是在没人操作的情况下把他给压死了。太蹊跷了。也就是这个车根本没有人开，是谁把他开动压死他的呢？还是垃圾车？我觉得这个与祖上的，我说了之后，我们这位网友不要生气哈。说正常汽车也可以，还是个垃圾车，在没人开动的情况下把它压死，所以这是一种叫做报复。那谁在报复呢？有怨的。还二爷爷背个锅，锅不是用来背的，锅不是草帽，对不对？对。不是皮包，锅是做饭的。对呀，所以就使我想起来呢，背着锅反正也没人吃饭了嘛。就背走了，把锅背走了，那咋吃饭呢？断后，断后，哎呦，断后，但是你看，我们的网友因为也不像师父这样能够解读这个梦境哈，他就想到是不是二爷爷不好，还确实给二爷爷还供了灯，但是不知道是印在表弟身上。他们可能往往我们目光短浅，想着是不是二爷爷不好。也许二爷并没有太多不好，对，他的累世二爷的累世呢，还有我觉得他大爷，还有他自亲爷爷，对，所以这个家族之中的之前的行业、行为、人品，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看到的是不太吉祥，所以其实不仅要为这个二爷爷继续做功德哈，祖先哈，其实应该整个这个家族要不断的多做功德。对，他们这个家族挺猛烈的，这个猛烈是指毁灭性的猛烈，太厉害了。是。所以呢，给我们写信的网友呢，就是墨尔本的怀英就是其实我们只能说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多做功德，多念佛。没有出路，就是往往就是当我们的罪过太大的时候，这有的时候说我没犯错，孩子没犯错，凭什么会把我们也给殃及了呢？让我们也跟着吃亏受苦呢？刚才我就说，如果他是个强盗，抢来的钱，那你们作为家人没受益吗？你也吃了盗贼的饭呢，对不对？如果他是诈骗犯呢，你们不是也等于是共犯吗？也都吃了，而且你也没报警呀。你懂事了，你报警了吗？不是也没有吗？而你爹是贪污呢，你们也跟着一起吃的是贪污的这个财富呀，你不是也没揭发和报警吗？那么这个罪过就会株连九族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呀。你们都是第一个共犯，又是窝藏者，同时是这一笔赃款的使用者，当然受株连呐，就是这样。所以同样这个家族的人呢，你在这赶上修，可能你们还能算是吉祥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危险性哈。感恩师父的这个指导，怀英还是要好好的做功德。对。所以他其实开始还是懂的哈，给二爷爷点灯。但是
就是他如果再想一想家里大爷爷早逝，然后二爷爷刚去世这样的情况，真的可能是需要更大的功德去帮助家里和后代。家人算挺短寿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去学着去改变它。你改变说先弥补了过去的这个罪业。对，我还是希望呢，这个墨尔本的怀英哈，希望你能够，将来多做功德哈，希望你能够健康长寿哈。这里呢，就是由我呢，为这段时间的网友朋友哈，我们就是手工亲手，就我亲手制作的，我把它起了个名叫八宝灵珠，就是为了避开一些邪气，尤其是诅咒式邪气的这样的东西。这里面第一个有我加持力，那么第二个呢，会有了专门避开一些邪病的一些药物在里头。所以我会送给一些比较特殊的网友啊。好，我先拿到一颗呢，送给这个网友怀英哈，就刚才读了你家的故事哈，希望能够保佑你啊，吉祥平安，长命百岁啊，一切顺心。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我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哈，他也是想请教师父一个关于他的做的梦。他说，师父好，我的妹妹呢3年前去世了，她生前非常喜欢我的女儿 Tulip， 就是她女儿的小姨嘛哈，很喜欢女儿，这个就是也是常见的。但上周我女儿梦见了我往生的妹妹，在梦里我妹妹对着她笑。然后半梦半醒之间，我的女儿好像看见自己的右脚和我妹妹的右脚绑在了一起。我女儿醒后就有些后怕，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想请问师父，这个梦有什么寓意？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感恩师父。这个是来自澳洲的，是澳洲的，不太吉祥哈。所以通常大家这个梦比较直白了。对吧？你已经往生的妹妹是吧？对。等于这个姨就喜欢她的外甥女，对，而且还梦到他们脚绑在一起了，这是个坏事。我提醒网友呢，就是尤其是你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他已经去世了，你很清楚，可是就怕你做梦说我喜欢你，我想你，我要带你一起来。还有时候手牵着手拉着你走，或者是说我的脚绑在了一起等等的，这些都有点危机感啊，很危机感。对。那怎么解呢？这个好难哦。他有时候就是注定了谁把谁带走的时候，非常麻烦。我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个人哈，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不孝顺的孩子。他这个2兄弟啊，3、4个姐妹，就是他母亲病重的时候啊，这个兄弟呢就是拿着父母亲那个老本那些退休钱啊，就做生意，结果赔的是精光。其实父母亲为这个事儿也特别生气，因为生气也加速了他的疾病的这个恶化。但是他这个孩子没有真正在母亲跟前伺候过1天，所以等他这个母亲要死的时候，他说妈，其实我特别喜欢你，我都想永远陪伴着你，将来你去哪里我去哪里。他妈临死的时候，他在他妈的床前这么说。他说完之后2个小时以内他妈就死了。等大家哭坟的时候，亲戚邻居都在跟前，对不对？他要装孝子，他哭得最厉害，那就谁都拉不住，妈呀，我要陪你去啊，妈也陪你去。等回来之后，谁陪谁去啊？我是装的，我给他们得装啊，我得装孝子啊。他回去给他的好朋友这么说。3年以后，这人叫车撞死了。就真是陪他妈去了。应验了。就是你不可以在人前，尤其叫死人前，还有神前许愿，许了愿就还愿。你不是假哭吗？你的哭的时候，他灵魂记得很清楚，
说这孩子你在人间是总是骗人也上当，你又不聪明赚不了钱，对不对？我还是把你弄来吧，你不是自己也说了你要陪我吗？那他妈就给他弄去了，就是这样。所以等他撞死的时候，他姐姐2个姐姐都梦到妈妈向他招手，就那车就撞了，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吧，哎，所以有些话说不得啊，在神前，在佛前，在死者面前，哎，还是少说一些不必要的话，哎，因为你要还的呀，你许诺了就得还呢，有些许愿哈，许愿就得还愿，有些是用生命在还啊，还有一个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说，比如说谁来请教师父啊，然后师父告诉他说，哎，你应该怎样怎样做，结果他不听，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挺不好的。我记得师父讲过一个例子，一个中国挺有名的一个企业家，对他当时又有钱又有名嘛，然后来问师父，就是请师父看看他家祖坟，师父真的用天眼看了，然后也告诉他了，说哪儿不好要怎么修，对。然后尤其说了，说你这个爷爷祖坟旁边还修了一个大水管，这个更不好，你赶紧要么挪坟啊，要么给修补好等等的哈，就给了很中肯的建议。结果他说，哎呀，我前2年刚修了坟，但他那个修只是粉饰太平，在外头修一修而已，没有真正去改这些问题的地方。他就说，哎，我刚修了坟，那个我过2年再修吧。其实他就没听师傅的这个劝诫。结果第2年他不是有钱嘛，然后就想盖一个那个总部大楼，然后就打地基嘛，然后往里边浇灌水泥，结果这水泥车一车一车的灌下去，一车一车的就从地下暗流一样的就被流走，根本储不住，这60车水泥罐的水泥灌进去，结果没留下一滴，全冲走了。对，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一个是这个花了多少钱，就填不完的这块地就成了一个大窟窿了哈。对。而且第2年又遭了官司，对，又遭了查封，还被关进监狱，还有牢狱之灾。对，你所以真的是你是求佛也好，求师父也好，给了指点一定要听，不听的话，那真就是马上就在眼前了。像我来说，我是善意，你问我就告诉你这个事儿，是你之后赶快去弥补。对呀，哎，我不会去自己去整你，我从来没有，连这个意念都没有。对，他有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犯的那个灾和错，还有你那个怨气，你之前伤害过的那个怨气还在那儿，还在等着那弄你呢。哎，所以你不赶快弥补的话，你的问题就来了。是这样的。那师父，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慧禅师姐的梦嘛，哈，她女儿的梦，然后网友也有问说，那请问师父，梦见已故的母亲要我去陪她过几天，这是不是也不好啊？那哪是几天呢？也是，不管是说让你去恒久一起，还是过几天都不行。那都是赶快要消灾延寿。我说的更直白哈，否则你漫不经心，结果你就发现问题还出了。这种事一出人命就关天了，赶快。通常来说，塑菩萨金身吧。好的。否则的话有点麻烦喽。感恩师父。这个麻烦是比较大的。哎，刚才讲到的这个是慧禅哈。对，慧禅。好，我也送他一个八宝珠哈。梦好，这是我手工搓的哈。好，这个八宝灵珠啊，辟邪的灵丹啊。好，你这些呢，我这个上头捅的窟窿眼都比较大啊，用结实的绳，穿好的时候挂在脖子上。如果你这个家里头也比较不吉祥的话，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戴上，只是别勒到喉咙就好了哈。这个原则上说，洗澡的时候摘下来，洗完澡想戴就戴上它就可以啊。这个是还算是结实的。好，希望这个慧禅呢能够健康、长寿、平安、吉祥。感恩师父。
师傅，我们还有个网友，就是也听了以后就知道要赶紧去做功德哈。他问说，如果要是点灯的话，因为他现在自己很不顺，那如果这种情况下要去点灯的话，是点给自己呀，还是冤亲债主啊，还是历代祖先呢？就点给谁才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呢？如果你根本不知道的话，哈，一个是就是写2个部分，一个是给冤亲债主，就是你自己的。那么第二个呢，是给你这个祖先的，都要，都要，因为你不是发生事儿是从哪边发出来的，对，不顺的，冤亲债主是自己的冤亲债主，对，而祖先是自己的祖先，那最好要点3份还有你的祖先的冤亲债主，对，好的，那还要不要点给佛菩萨，就是供养的这种心呢？那是更好了呀。他人这不是斤斤计较算计吗？说哎，点这个灯几十块钱，那个灯几十块钱，我那存款我就花了。但是你觉得是花钱好还是存在好？刚才说如果我不在了，我不用花钱了，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但是说我还在，我还能挣钱，我还能花钱，你们自己选一条出路。对，不是我吓唬你，因为这些事儿你的梦境就在那明摆着的。我告诉你，特别不吉祥。死者说带你走，特别喜欢你，他牵着你的手，绑着你的脚，这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事情。对，师父以前也说过，就是往生的人，要是梦见往生的人给你吃东西，就是我们网友也在说梦见往生的姥姥要给他吃花生，就这些都不太好，所以真的是感恩师父的开示。那在我们这边想到的方法呢，就是最好是塑菩萨金身或者佛金身这一类是比较好。那么你把你这个事儿写过来哈，我们有没有一个方法给大家留下来？之后有祈福的那个，我们这个班圆满的时候，我也帮你再处理一下。好，对吧？你除了自己做功德，我也帮你处理。哎呀，太感恩师父了。对，这处理绝对是免费帮忙。对，那2022年这个地藏记佛前祈福名单我们也开放了大家这个在屏幕上拍个照片把这个网址记下来，到时候你到这个网站上呢去填写你的需求。对，尤其是想消灾延寿的对，你写清楚一点，对，我才能帮到你。感恩师父。你的名字呢，就是写你的小名那个法名代号都是可以的。对，只要你要真诚的填写那佛菩萨能够收到你的这个信息的，就能对到你，就会护佑到你。是，那师父说到这个供灯那我们马来西亚的慧净就有一个分享，我觉得还挺好的。他就说是供灯把走在鬼门关的爸爸拉回来了。在6、7年前，我的爸爸因为患上了20多年的糖尿病，而且有了并发症，不但这个右脚溃烂被截肢而且不久呢，肺部也因为细菌感染积水而开始肺萎缩，这挺严重的了爸爸因此呢3番5次的被紧急送到医院。那我们除了把希望交给医生之外呢，能做的也只有不断的为爸爸念佛供灯。有一次呢，爸爸又突然昏迷，被送进了加护病房。医生说，当时爸爸的心跳已经非常微弱，医生已连续为爸爸注射了强心针，而且也让我们家人做好后事的准备当时呢，我和妈妈都非常的担忧，也不舍。我们不断的祈求佛菩萨，念佛号，也不断的为爸爸供灯，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一关。过了2天后，爸爸终于苏醒过来了。当他可以开口说话，看到妈妈的时候，就开始责怪妈妈。他问妈妈：“你到底去哪儿了？”他说他刚才他都不知道他昏迷了。他说他刚才在医院的后面不断的走，走到脚都流了很多的血，可是他却一直找不到妈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说当时那里的巷子很暗很嘈杂，有很多的人，类似好像在排队，有病人，有护士，还有医生等等。直到他遇到一位女护士长，那个女护士长很凶的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来这里？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你赶紧回去。”然后护士长就指了一条路给爸爸，爸爸就朝着那条光亮的路走了回来。
其实爸爸在向妈妈诉说这一切的时候，他的意识还不是很清醒。那妈妈就问爸爸说：“你说你不断的走，不断的走，走到脚都流血了，可是你忘了呀，你都没有右脚了，你不是都被截肢了吗？你怎么走的呀？”这个时候，爸爸才意识到，对哦，他刚才所谓的这个经历并不是真实的，他可能已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了。我和妈妈听了以后都一阵后怕，如果没有那位女护士长，爸爸是否就永远回不来了呢？虽然过了1年多，爸爸还是因病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坚定信念，坚定念佛和供灯的力量知道可以让人逃过劫难，消灾延寿。所以在爸爸往生以后，我们除了吃素，也时常在各种节日为爸爸供灯，希望为他做功德，希望爸爸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接引，离苦得乐，往生极乐。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对，他这个也是一个写得很实在，很真诚，很真实呀，这个经历，尤其是他爸爸这个身体状况，糖尿病。对，并发症，切掉了右脚，截肢，对，身体非常不好，还时常的会昏迷对，所以在一次昏迷情况下，他在那排队，对吧？找不到家，对，排着队走，还很黑暗，还很嘈杂，对，环境不好，被那个护士长给赶回来了，是，对。护士长让他去那有光的地方，对，说你不应该来这儿，你回去，就赶回来了。那护士长是什么人啊？是师傅派的护士是保护的意思。对，这个时候还是在给他延寿，要不然就排队就进去了。对，进去就回不来了，因为他之前已经有这么多的症状。是，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小心保养身体养生。你看，你想不到糖尿病也要命啊，对呀，是吧？那脚都锯了，对，还那个并发症会使他反正不是这儿发病就那儿发病，反正都挺要命的。是，要注意养生所以少吃那么多甜食和面食要注意养生的饮食，健康的饮食但是他这个问题是在于，他们经常做功德点灯，我觉得那个护士。顺着护士指的那个有光亮的那个路才走回来了。这样当这个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们经常点灯的话，他父亲会在那边会被照亮和温暖，也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之后就不在那受苦。我现在我个人的感觉这位网友叫什么静慧是吧？慧静，慧静马来西亚的慧静我觉得他的父亲因为已经往生了现在也并没有在下头，真好。对，现在在上头。感恩师父但是升的高度还不够那继续为爸爸做功德。对，高度还不够。因为像爸爸之前的业力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认真解读但是他去世前的那种病的状态挺严重的也是在承受着那份痛苦，是类似于一种惩罚的状态，这跺了脚，这叫做这也觉得需要做功德才行对，所以他虽然也做了一些功德，但是爸爸还需要支持和帮助这边我也会继续帮助你的爸爸这位慧静我也是期盼着这个大慈大悲的药师佛药师佛伸出您慈悲的手，将他们接引到东方琉璃净土。也希望得到大慈大悲的地藏王菩萨能够在地狱引渡他让他能够一心向慈悲，一心向佛要帮助我来解救这位慧静的父亲让他脱离地狱，不再受苦。感恩师父。那我们也送给慧静一颗宝珠吧。好啊。
这是我亲手搓的珠子哈，亲手搓的，什么形状都有。我们的网友今天真的是太有福了。哎，这个很少亲手这样搓珠子的，哈哈。对，这是我搓珠子的时候那个真正的那个样子啊！你看，就在我们会议室搓，真的是。我通常搓的时候，我就是念咒加持啊。对。这个珠子这种泥呢，里头已经掺和了很多药粉。这都不是毒药哈，是辟邪的药。尤其是避蛊毒。和诅咒和蛊毒的药哈，对，不是蛊惑嘛，蛊惑这个那种去避那样的毒的那个药在里头。所以我们带着它的话呢，就是通常我期望的效果就是说，能避开一切这个邪气、歪气，能护佑你呢不受伤害啊，平安吉祥，感恩师父。这颗珠子呢，赠送给慧静，祝你如意吉祥、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我还想跟您分享一个来自白莲的世宁师姐她想给师父分享一个做功德让她的先生往生到善处的故事。他说：“师父好，我的先生呢是2012年，他做心脏搭桥手术，医生呢做完手术之后说还是蛮成功的，就让我们亲属都回家休息了。可是没有想到，女儿刚刚到家，医院就打电话来说先生不行了，然后很快先生就往生了。医生说之前呢都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状况。那先生突然离世之后呢，我就帮他点了大灯，陆续呢也点了几盏。可是他走后的几天，我梦到他的时候，虽然感觉梦中他是在那里的，但是画面中好像看不到他的人，我就感觉到很冰寒冷清，就好像没有同伴，晚上一个人在那里孤零零的感觉。那在送他的骨灰回国之前的2-3天，我中午在家打坐的时候，看到他来到了院子里，好留恋的样子。我就一直帮他做功德，点灯念佛。开始在梦里呢，就慢慢的能看到他了，但都不太好，而且他对我很生气的样子。有时候我在梦里还跟他吵架。在他走后的2-3年，我平均差不多每年都能梦到他2-3次，感觉都是这样。那19年9、10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跟禅堂的老师说起，我说我为先生做了很多功德，能力范围内我都做了，但感觉他还是不太好。老师就建议我说，那你为他塑地藏王菩萨的金身。我当时挣钱不太多，觉得有些压力，但是我决定还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来为他塑金身。那12月份的时候呢，款项还没有付清，我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在一个大庄园里，好像就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那种大户人家的庄园，红色的房子一排一排的，里面有很大的种着荷花的水缸，还有小桥流水，后面是山。后来又有一次，我还梦到我们一起去香港，过关的时候他跑到前面去了，把我甩到了几个人之后，我还在梦里抱怨，你这个死老头子跑那么快干什么？后来我看他上了电梯，和很多人上了一艘船离开了，我想他是去了好的地方了。那去年夏天呢，我又做了一个梦，他活着的时候会在车站等我下班。去年我梦到他好像很年轻，穿着衬衣还打着领带，他活着的时候一辈子都没打过领带。我梦到他站在车站等我下班的情形，这一次他对我态度很好，很感激，很和善，也没有以前凶巴巴的感觉。那自从做了这个梦之后，到现在我再也没有梦到过他了。我相信他一定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了。那自从我塑了第一尊地藏王菩萨金身，看到梦境中先生的变化，我觉得真的是太有用了。2020年，我就为我的公婆和父母4个人，每人供了一尊地藏王菩萨。我就在禅堂的前台刚交了钱之后，一转身看到几团很亮的白光从我眼前闪过，我心里想，哇，发信息都没有这么快。我的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地藏王菩萨的大愿真实不虚，感恩大慈大悲的地藏王菩萨，感恩师父的慈悲教化和护佑。这是来自白莲禅堂世宁师姐的见证分享。
这个内容就已经挺直白的了哈。对，他的先生受益哈。是。人早晚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但离开这个世界，也挺奇怪的一个现象哈。往往亲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他的这个亲人家属做梦，其实都是有寓意的。对。有的呢，就是3年你都梦不到这个人。是吧？有的时候梦到了吧，就是说看着又脏又臭又冷又穷的样子，对不对？这是一种像。也有的就是说病危的样子，还有一种特别好的样子，又年轻又帅又富贵。对，但是这些直白的表象都是表现在他去世之后的所处的那个状态。觉得好的就是状态好，在好的地方。那感觉的就是梦中特别不好的，就是他在那边在受苦。这是直白的。对。那么也有就是根本梦不到，梦不到就是说这个人不想见你，而且也走了也不想见你。不想见有多种原因了，也许就快速就转世了，等等有多种的原因的。等他过了1年或者半年以后才能梦到，梦到都是生活场景，就也觉得没什么稀奇的。这种人说这个还是不错的。这个亡者走的还是很好的，去了好地方。对，所以这个去世之后有很多这种梦境的现象哈，也值得我们参考和研究。是，感恩师父。其实师父刚才已经提醒了好几次，就是说要塑地藏王菩萨金身，能够帮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哈，这个好重要。今天呢，就是听师父讲解了这个地狱呀，地狱是存在的啊，虽然不是我们想象的在地球的里头哈，但是真的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师父还讲了什么样的人下地狱。那除了穷凶极恶的哈，罪大恶极的，其实像我们可能平时真的是有意无意之间都犯下了种种罪过。对。那么最后呢，师父就给予了我们一个解脱的方法和途径，那就是知错就改，多做功德，为自己的这个过错呢早做弥补，将功赎罪。那么为祖先呢更要多做功德，这样才能帮到他们，帮到祖先呢才能帮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啊。对，这个今天师父讲的特别的透彻，虽然有点吓人，但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嘛，让我们更了解。对，但是帮到祖先，还帮了自己。其实还最重要一点，帮了谁呢？帮了你的后代。后代，对，因为他这个业都是传承的。对，就刚才那个二爷爷的那个故事，也是讲了这个道理。不光是业传承啊，那个债也跟着一起，你的后人都跟着背。对，还得还。不是你记得那咱们和新加坡有个小朋友通过网络视频聊天吗？对，他的是他姥爷吗？他姥爷是给人家是过去给人做超度的。结果呢，这个孩子一闭眼，经常你看到一群那个鬼就来找他，来找他，就是很愤怒、很不乐意，就弄这个孩子，这样会很健康，将来就会容易出问题。健康和他幸亏给我讲了哈，我们也帮他化解了。对，那否则的话，你的上代给人许的愿没完成的事儿哈，尤其是说。如果活人的事儿，有的人算了吧，不管了。但是说你想给人超度啊，等等，弄这些东西，你没给人超走了，人家找你，结果你没弄完之后你死了，结果他找你的后代，父债子还呐，真是这个才麻烦了。是吧？看得见的恐怖，看不见的更恐怖。是，而且感觉师父就这个因果业力还成倍的增长，没错，就是你不及早还的话，它这个增长的速度很快。哎呀，比存款利息高啊，挺可怕的，比通货膨胀还厉害呀。哎呀，那通货膨胀算啥呀？对，是，就是你看在人间犯个错到地狱那。成千上万次的，没错，死了又活了。你在人间受罪吧，也就是一条命算了，对，下去了不是一条命就完了事儿了的。那个在佛经中都是按劫算的，都不知道多少千万年呢。但是一劫至少几千万年，对呀，太可怕了，而且自己出不来，都忏悔也不行，念佛也不行，在下面下去了就得靠。还在上面的子孙帮忙了啊！对，真的，有时候这个子孙这一世都帮不完呢。真的，不是因为你活了多少世了，还这一世罪大恶极哈，害了很多人的时候就更麻烦。是，像骗子集团天天在骗人，
把多少老人家的钱给骗走了，对，将来都麻烦。还有那个贩毒的那些，真的那业力传承太厉害了，真得还多少人命啊！要对，所以咱们这个希望我们的菩提同修哈，还有新朋友哈，就是不赌不毒啊，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注意放下。如果这个连赌和毒的话，神都救不了你。千万记住啊。所以今天也跟大家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避免下地狱，或者说已经在地狱之中如何去减刑，如何让我们的已经往生的祖先亲人在地狱之中的能够快速的解脱出来的方法，我们来总结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塑地藏王菩萨金身，那这个我们在去年地藏祭的时候呢，师父这边首次推出在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边塑地藏王菩萨金身的这个，那么当时呢，师父也真的是慈悲无限的1年的才282美金哈。那今年呢，当时是1年续1年嘛，那今年其实很多人做这个功德也圆满了，那提醒大家继续续这样的这个功德呢，才能护佑到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祖先对，塑地藏王菩萨金身。去年1年都平安吉祥，今年我们一定要继续好好做功德。对了，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供灯点灯。刚才我们在很多这个网友的这个故事中也听到了，尤其像那个爸爸在鬼门关那儿因为供灯嘛他就走了一条光明的回家的路，就回来了。这个多重要啊，延寿啊所以盂兰盆记这个供灯呢，我们也看一下也是菩提禅修学院网站。对，那你到这儿来呢，就选那今年师父非常慈悲，推出了一个结缘灯结缘灯呢，不仅给在世的人结缘，也可以给往生的人结缘，就是分成结缘祈福和结缘超荐只有18美金。目的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了嘛，即使你不信佛的、不学佛的、没有任何信仰的，你也要遭受地狱的审判，你也死后也要在6道中去轮回，这是一个天道的规律，是无人可以避免的，跟你的信仰无关。那么我们结一个缘真的是需要地藏王菩萨的救度救拔不要落入地狱之中受那个苦，所以这个结缘好重要所以为我们的家人，尤其是那些跟地藏王菩萨都不认识的没有过任何这种恭敬敬仰心的，给他结个缘太重要了那么如果我们再有需求的话呢，那为我们的祖先、冤亲债主历代祖先，还有这个堕胎婴灵等等那点这个超荐灯，在地藏王菩萨这个季节里边因为这个农历7月就是地藏王菩萨要正开地狱之门，要去解救有缘分的地狱里边受苦的众生了。那谁有缘分呢？真的就是看功德呀那么这个地藏菩萨超荐灯12天88美金。那重大的事件灾难比较大的，或者说这个业力比较深的，我们要去救拔，我们要更多的做功德。那49天是380美金那而且就是说还有的像刚才我们讲的，你给亡者已经往生的人做的话，他才得到1/7我们自己得到6/7，你要真的是有力量救他的话，要多做才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祈请地藏王菩萨救拔是最有效的，那就多做，能够做几份就做几份这样才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亲人祖先。这个是供灯塑地藏王菩萨金身，还有供灯。还有呢，就是也感恩师父刚刚也在屏幕上有了这个祈福名单，在这个念佛班上我们会把你的需求、你的名字供在佛前，供在地藏王菩萨像前，师父也会特意的去加持祝福大家把这个屏幕照下来，等一下可能这个过去又不好找了这个照下来，这样能够去填写，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我们平时一直都讲的还有佛经中也说的
供奉佛像、供奉唐卡，供佛念经啊，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对你的这个真诚啊，才传递到佛菩萨那边去哈。那地藏王菩萨像，还有地藏王菩萨的唐卡啊，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机缘的话，还是要迎请啊。那么看到师父的这个桌子上呢，也有不同尊的这样的菩萨像啊、神佛像，其实都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对，这些像呢，有了像比较直白的，像这一尊地藏王菩萨，这个是大家容易理解的这个传统形象哈。这是铜铸造的，这有彩绘的啊，大概有几十年了供了，这是在密宗道场里供的。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愤怒像哈，密宗愤怒像呢，通常就是帮大家哈，一个是消灾、镇宅。是有很多人他这个家宅确实不安啊，帮助怎样让你的这个家里头屋里头能够吉祥啊，不要总是有那个黑影飘来飘去和怪声音比较多哈。所以供这是我特别定制的啊，的尼泊尔最好的大师制作的哈。但是这种呢，就是又便宜又好，就是个头小一点，这是世界上目前做铜鎏金、铜镀金的佛像的最高的师傅做的啊。对，来帮大家镇宅、消灾啊，能睡个好觉，还有一生平安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些愤怒像，就是他展示的那个能量感、力量感和法力威猛，就很厉害啊。你像像阎罗兄妹这概念，这个就主宰这个生死的，就阎罗王啊。对，你供奉他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长寿，或者是避开鬼邪之气啊。那众鬼呢，这见了他，那阎罗天子那就是吓得屁滚尿流了。当然这是他的像了，希望就供奉他的真心有了之后，他的灵性就会释放出来，也能帮助大家啊。对，还能消灾啊。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供奉时间越久，效果就越好。对，像我这右手边这一尊这么大啊，看得出来吗？这么大，80多公分啊。对，它这个能量感就更强。对，通常是大的那个房子或者是企业办公室去供啊。对呀，那之前在台湾有一个同修，他的舅舅啊，在台湾有个大的公司，那个公司很旧的楼哈，之后呢，通过这个改造改建之后呢，就他们因为之前的地方太小，就买了这个旧楼就搬进去了，就没想到进去之后总是不太平。他们走的时候这个灯都关了哈，到人路过的时候灯开着，还有人在这走动的影子，路过的人，真吓得够呛。他们就是找这个台湾他们找的挺厉害的道士去看，说这个地方过去怎么这么多亡灵呢？就是原来那个地呢是在1949年之前，应该1945年之前，就是日据时代，就日本人在那时候，那里就是打死过很多人啊，这个看守所。所以后来这个就盖了房之后就闹凶嘛，闹凶之后吓得人都不敢住了，空了20年。后来他们就图便宜啊，他办公室要加大，说这个特别便宜，他把这个没人住的这个烂旧楼房就是买下来，就是重新装修，觉得也挺漂亮的，结果没想到有严重闹鬼。对，找那个道士做了半天法之后，安停了1个月，又闹。完了之后，这个他舅舅的，也他表哥吧，就差点撞死，这肋骨都撞断了，就撞车海。你就是你来找人治我，我就弄你。还斗法呢，这。对，其实那个道士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个缘分认识了，
这我怎么办呢？这个大家太凶了，等那个死的冤魂太多，怎么办呢？哎，我呢就是我那有几尊那个大黑天唐卡嘛，哎，我呢就是我这样，我给你复制一张，我还加持之后，我做我的法，做完法之后，送给他，让他去挂上去。哎，这道士聪明，能不能多弄几张？哎，我给他送了一共8幅。哎，挂在我们指定的一些地方去，之后就再也没有闹了。当然我要让他做一些功德啊，你要做功德，你要帮着我怎样把之前的这些冤魂送走，哎，对吧？他出钱，我们出力，哎，这样就都消了，哎，就从此就好了。这栋楼现在就升值了哈，对，卖得很好，他生意也不错了，对，他那个表哥呢，身体也就弄得康复了，也是。对，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你像大家学《地藏经》的时候，也供这个菩萨一尊菩萨，对，啊，哎，方圆1000平方公里都是吉祥的哈，有没有那么夸张不知道，但是确实吉祥是真的啊，对，那所以呢，也给大家一些特别的需求者，我们一共没多少尊呐，因为这都是手工制作，这个特别难做。它这个密宗像啊，密宗像比正宗的佛像要制作，从制作手艺来说哈，要难20倍。它特别复杂，还要凶猛，要形象，知道吗？是不容易的。就是这样的哈。啊，统共才20-30尊啊，所以我们差不多全摆出来了。就是所以呢，就给需求者啊，还有我搓的这个珠子，我们不结缘卖。不以卖的方式，就是说真特别需要的，就是你写信来我就送给你啊。还有你那个故事哈，真实，不说谎，给大家呢有启发意义，那我就送给你一颗啊，这样子，就你的故事，还有你特别需求的话都可以。说我亲手搓的哟，搓的我手疼啊，但是我也特别觉得也特别高兴啊。如果能给你带来一点帮助的话，这才是我的心意哈。也不敢说你带上它就真把所有的邪都避了，有时候你那个欠债太多也不行啊。但是一般情况下还会起到一些这个避免你被人下那种阴招给整了的这种可能性哈，能帮你避一下子啊。太重要了。那师父说写信哈，就是写到师父的这个邮箱啊，我们网友们也拍个照，也不想虚度的拼音啊。我觉得写信填表都可以哈，如果写信来更好，有讲的内容是比较详细，对啊，比较多，长一点，我觉得值得送珠子才给你的哈。好的，我的不光是珠子，你看我还做成片儿似的，上面都带个眼儿，都可以挂在身上。对，真好看。这个做的有的都不一样。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是，你看这个还碧太玉，珍贵了，是啊，每一个都是亲手做的，亲手的，这个还天珠似的，哇，对，颜色都还不一样，亲手做的，这像火龙珠啊，哇，对。那师傅，刚才我们最后那位分享的网友白莲的世宁师姐，我们给她也送一颗当然珍贵的宝珠，谢谢提醒，行，我把这个片儿装的给你啊，太开心了，世宁师姐，好。祝福世宁啊，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看还有觉得问题和分享了吗？那师父啊，今天是我们这个学习地藏经、真诚学习地藏经的第1天哈，也是想跟网友再继续重新分享这个好消息。上周我们有说，就是我们这一本特别精美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原经文已经印制出来了，感恩慈悲的师父已经在慈悲音上线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第1天，也希望今后的几天大家都人手一本跟着师父一起来重新深入的学习地藏经。对，你抽空就诵念，就是功德无量，也能辟邪。这是经典里佛说的。对。还有呢，家里头供奉和抽空诵读它都是本身都是给你增长威力、智慧，也辟邪气的。是这样的哈。对。所以我设计的这个书呢，就是特别方便于就是阅读和带在
装在包包里，在哪里抽空去阅读阅读哈。因为之前我做那个精装本，光盒子那么大，大家就是只能供那儿放着，不敢动，是吧？因为太精，皮又太硬，它反而不太好用。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经文呢，就是做的这个都是软皮的，对，但是很精致的，很精美，很精致啊。是随身带着，护佑着我们。而且这个字的大小哈，特别方便阅读。你看这个字很大的，对。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纸的颜色哈，也是不容易刺激那个眼睛。它不是特别白，对，就有点象牙，老象牙色，是，所以比较柔和，而字体又大。对。你看这个很多老人家来读它的时候，几乎不用戴老花镜都能读就这样阅读的比较方便。你读的方便，读的愉快，你才能读下去，对不对？是。所以每天能够读一遍更好。如果一天读不了一遍的话，一天读一品都可以呀。而且里面还有师父选择的非常就是精美的、非常庄严的不同的佛菩萨的像。我觉得看着就很欢喜，每天看就心生欢喜。对，是，我也喜欢看啊。对，多精美啊！真的是很宝贵的书，还有很珍贵的书签，每一本书只有一个书签。对，这个书签上头有我的照片对，还可以哈，非常吉祥的，带在身上，感恩师父。其实你有了这个经书哈，除了自己阅读哈和镇宅之外呢，还收藏之外，就是建议你呢，将来你要能够推荐让别人读。这个功德就大了，这是渡人的功德哈，能够劝人读《地藏经》那这个功德是巨大的。就是说，可能我们欠那个债就还的就快了，就是所以渡人学佛，渡人读经，渡人行善，还渡人上网来听我讲课，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巨大呀，就消灾延寿。所以原来你做这个噩梦的那种你要去渡人的话，你那个梦白做了，没用，对你不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了。这个佛菩萨直接会护持你，对不对？你传播地藏经，地藏王菩萨和诸位神仙大神都护着你，阎罗王都护着你，是，你看你多吉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汉地的很多人说，我家里供的阎罗王还有十轮金刚都那么凶猛的，因为凶猛才把那个凶猛的妖怪给镇住呀，知道吗？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内心是慈悲的。知道了哈。所以师父说到这个传播经典传播我们师父讲经真的是功德无量。那也是要跟网友再继续分享这个宗师讲经的这个功德项目，在语数房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语数房上的功德项目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的截止日期呢，就是北美时间的8月15号，也就是在我们这一次重新学习地藏经圆满之日。所以网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为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为自己的这个，也为自己和后代做这一份功德。对，早做功德早受益，晚做功德晚受益，不做功德不受益。所以呢，晚做功德也好过于不做赶紧抓住最后的这个时间对，我永远就是说留给最后的那些朋友，我都会惦记你就是啥我都不懂，我也不懂做功德，我也不想做功德，我也不想出钱，我也不想出力，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抽出一点时间来把我们这个课听完它。你来听就是功德无量。你在听的话，你只要认真听这几天你认真听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就光地藏王菩萨的功德会引发你的土地神当地的神灵就来护佑你这个人。这是我对着佛经说的因为佛说了，只要是宣读宣讲倾听诵念，都会得到诸位神灵的护佑的，我们就会消灾灭难就是恶事不进门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好好的你自己，还要请你的甚至不太顺心的孩子亲戚，还有你的好朋友，让他们来听。我不是为了凑人数做广告，我今天来听，反正是直播，你一个人听也是听，两个人听也是听，但是这份功德让你能够获得吉祥的这个机会，
我是告诉你，这么简单的做功德的机会，你得做呀。你1分钱没有花，你就是在那个电脑上打开了之后，就来听就能获得这么多的好处。你觉得我说的是实话还是假话呢？你听完就知道了。哎，觉真。对，刚刚就是那个马来西亚那个慧静，就是爸爸在鬼门关前走一遭的那一位，他就在留言嘛，他说非常感恩师父的加持和祝福，弟子顶礼尊贵的师父。那之前呢，有帮爸爸供养和诵念这个地藏经，你看他不仅听，还把这个经诵，为了爸爸，这个做功德嘛，诵念给爸爸。结果就梦到爸爸去到一个空中的殿堂，金碧辉煌，镶着活灵活现柱子大的特别大大和高到都看不到尽头。爸爸告诉我和妈妈，你们回去吧，我要在这里修行了。梦醒之后，我感到无比的高兴，相信爸爸不再受苦了。弟子也会听从师父的指示，要多帮爸爸做功德。再一次感恩师父，也顶礼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这就是真要恭喜啊！对呀，对，这孝顺的女儿为爸爸做这功德，对呀，这个景象你是看到了，多好啊！我只能说恭喜恭喜。你这个孝顺，你的发心起了最重大的作用。你爸爸在天堂也好，在极乐世界也好，你多吉祥，你心里多舒服呀！这才是真正的孝子孝女就是你本身这么孝，都是功德无量的将来可能你到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的话，就直接就上去了，可能比你爸还高，就是这样子的这是真的，我说实话。所以这是我们真实的网友的真实事例啊。对呀。所以就从明天开始，大家跟着师父好好来学习这部经文，一定要有耐性的把它学下去对，这样你就本身就获得了神灵的护佑就能消灾。你看我们多少烦恼事自己人解决不了的，什么孩子不听话的，你身体不健康的，走路不方便的，老年痴呆的，各种各样的，小孙子的学习成绩差的，身体那个特别弱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需要帮助的呀。很多的这个大的灾难的问题，有很多都不是今世的事儿，都是前世给带过来的灾祸，还有就是祖辈带来的灾祸，都是还债的所以我们赶快来听就差不多了吧好的，我们3个人讲的都比较激情对，我们这几天的准备给大家讲这个课程，就是我们自己都很兴奋，都很震撼，因为我首先感慨我们这人，我们活到这个岁数，对自己的前世今生不了解好坏这些事儿都是埋怨现实，埋怨别人，就不知道埋怨自己，而且找不到一个解决的路子现在地藏王菩萨给我们讲清楚了，佛给我们指了这条明路，所以我们就深信不疑，照着去做就可以了，好吧？最起码就是听完这个整个这个班这个课程，我们就能得解脱，好吧？好，祝所有的网友朋友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明天一起接着来听，接着来看，谢谢大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
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